注意看，丈夫疯了，女人又被姑婆家逼迫嫁给傻子，一时想不开，跳河寻死。还有气没？数没数？哎呀，没气儿了！快把疯子的儿女带过来，快叫2个孩子见见他们的妈妈。这2个孩子可怜呐，爸爸疯了，现在妈妈也数了。很快，2个3、4岁左右的孩子过来。佳玉、家宝，看看你们的妈妈，她已经数了。数了？什么是数了？数了，就是你再也见不到她了，她要被埋到土里了。姐姐哇一声哭出来，扑通趴倒成雪飞身上，程雪飞吐出一口水，憋了个胸腔忽然涌进新鲜的空气。没数，又活了。妈妈，我以后听话，你先别数。程雪飞这个骚货，故意跳河寻鼠气我，还拉上来干嘛？怎么不直接扔河里喂鱼？这不没数吗？我还当真数了呢。呵呵，没数最好，没数，明天就跟俺家牛牛结婚。这个牛牛就是江兰的小儿子，天生心智不足，长得奇形怪状，丑陋无比。喝退，我跟你侄子当年是领了证的，现在你侄子虽然疯了，但我们的婚姻是合法的。现在我还没离婚，你就逼着我改嫁给你家牛牛，你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婚姻，是破坏国家稳定。你老实交代，你存的什么心？你现在不老实交代，那就跟我到公社派出所去说。啥？程雪飞，你不要脸！我怎么破坏婚姻了？我是为了你好，俺家牛牛有什么不好？会干活，有力气，你跟着他有什么不好？既然跟着你家牛牛好，那不如就叫你大儿媳妇离婚，再嫁给你家牛牛，这样不更好？程雪飞，你个贱人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反了天了！看我不打熟你！又要动手打人，旧社会的地主婆子也不过这样。我们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社会，怎么还有你这种旧社会的毒瘤存在？妈妈，你快跑！孩子不怕妈妈打得过他。妈了个巴子！这回坚决不能饶了江兰这个泼妇，居然敢把人逼手！这要是传到公社上去，我这个知书的老脸往哪搁？老郭提着烟袋锅子风风火火的赶来，看见程雪飞浑身湿透的站在那，活得好好的，老郭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郭大爷，我还没离婚，我姑婆就逼着我跟牛牛过日子，还有天理吗？解放都几十年了，怎么突然又回到旧社会了？像我姑婆这种人，破坏革命成果，是不是该拉去劳改？还有，他把我往鼠里逼，是不是草菅人命？现在上面在严打，像我姑婆这种就是严打的典型，是不是应该把他抓了？程雪飞，你放屁！你敢张口胡来，看我等会儿怎么收拾你！郭大爷，你看我姑婆还要收拾我，我怎么办？我这2个孩子怎么办？咱们是新社会，谁敢搞剥削？郭大哥，我不是剥削，相反，我是为他好。你也知道，我侄子小雨疯了，什么农活也不干，一家老小光指着我哥养活。我哥年纪大了，能养他们几天？说不定哪天撒手去了，留下小雨疯疯癫癫一个人，谁来管？还有这母子3个，说不定会流落街头去要饭。所以我为了他们一家好，就想让程雪飞改嫁给俺家牛牛。俺家牛牛浑身是力气，啥农活都会干，将来肯定不会让他们饿肚子。可这程雪飞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用跳河来吓唬我们，我可一心一意都是为了他们好啊！是啊，小雨疯了，以后谁来养活这一家人？还有2个孩子呢，就是孩子怎么办？姑婆，我限你全家，你为我考虑的真他妈周到。知道我为你考虑周到，还不利索的跟我回家？别，我们娘仨就别给你家牛牛增添负担了。牛牛打光棍挺好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还是让我们娘仨去吃苦受累吧。呸！程雪飞，你想带孩子走？没门！现在婚姻自由，你敢阻拦，那就是破坏组织纪律。郭大爷，你是干部，你说说，像我姑婆这样的，抓起来能判几年？要不我还是亲自到公社问问吧。说完，程雪飞扯着2个孩子往外走。程雪飞，你敢去公社，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江兰，你再敢撒野，我叫民兵过来抓你！郭大哥，你给评评理，这是程雪飞做的过不过分？我都是为他好，他非但不领情，还跟我气儿的，他就没把我这个姑婆放在眼里。你把国家纪律放在眼里了吗？郭大爷，我妈说话太激动了，你别怪她，她真的是为小雨一家着想，让雪飞改嫁给牛牛是最合适不过的。你放心，等雪飞嫁到我们家，我这个当嫂子的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老郭半眯着眼瞅着朱彩云，他可是听说了，让程雪飞改嫁给牛牛，就是这个朱彩云的主意。别说些没用的，现在新社会不兴旧社会那一套，结婚离婚都是个人自由，谁也不能干涉。小雨媳妇愿意怎么样，那是她自己的事。可是郭大爷，牛牛是你侄子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看你侄子打光棍？天下光棍多了，难道都归我管？郭大哥，别的光棍不跟你叫大爷，俺家牛牛天天跟你叫大爷，你能忍心不管？叫我亲爹也没用，话我给你撂着，现在上面严打，头条裤衩都能抓起来关几天。你们再敢欺负到小雨媳妇门上，公社里要来拿人，我可拦不住。妈妈，你要干嘛？咱们去姥姥家。好，我喜欢姥姥，喜欢姥爷，喜欢大舅舅还有小舅舅。走吧。程雪飞刚要迈步离开，就听见一个声音大喊：等一下，
佳玉他妈，你先等一下。丈夫疯了，恶毒姑婆逼我嫁给傻子，爱嫁你嫁。佳玉他妈，你要回你妈呢？我不阻拦你，但你等等，等我来了你再走。说着，江山快步返回自己住的那座老屋里。片刻后，江山推出一辆自行车，来到程雪飞面前。佳玉他妈，刚才我都听说了，你万万不该去跳河寻死。小雨已经疯了，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佳玉家宝怎么办？你要走，我不阻拦你。佳玉家宝你都带着，我一个人又要下地干活，又要照顾小雨，实在忙活不过来，劳累你照顾好这2个孩子。以后每年春秋2季，我收了粮食去给你送粮，别让佳玉家宝缺了吃穿，行不？江山说着说着，声音哽咽起来，眼角也湿了。您老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孩子，粮食不用给我送，留着你跟小雨吃，我能养活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佳玉家宝永远是你孙子孙女，永远也改变不了。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好拿走的，这辆车给你吧，回去路远，别把孩子累着。程雪飞错愕地望着江山沟壑纵横的脸，要推辞。车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佳玉家宝的。还有，江山又快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钱，又快速塞到佳玉的口袋里。佳玉，给你买糖吃的，拿好。好，爸，你放心吧，等我安顿好了，我会带佳玉家宝来看你的。走了，连孩子也带走了，你怎么没拦住啊？我没拦，我同意他走的。你糊涂呀？你怎么能同意他走呢？我是他姑婆，我不好管，你是他公公，你管他，他敢不听吗？我不同意他走，难道真的要逼他改嫁给牛牛吗？改嫁给牛牛有什么不好？哥，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小雨。你说小雨疯成这样，小雨媳妇年纪轻轻的，20多岁，肯定不能一辈子守一辈子活寡吧？你还指望着小雨再给你生个孙子？现在又有了孙子，可是现在连孙子都给人带走了。你说你一辈子活着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死后有人给烧把纸吗？哎，为了你跟小雨，我真是操碎了心了。江山听了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虽然木讷，但不是那种意志不坚定、左右摇摆的人。他相信程雪飞是个有良心的人，否则小雨疯了3年，程雪飞早就走了。哎呀，疯子的媳妇真的走了，连2个小孩也带走了。小雨自真倒霉，人一疯，媳妇孩子都留不住了。走了也好，就他长得跟朵石榴花似的，留在这还不知要惹多少骚男人夜里睡不着觉。哈哈哈，是不是你男人夜里惦记的睡不着？去你的！这些污言秽语全都进入程雪飞耳朵里，自然也进了孩子耳朵里。真他姥姥的，不嚼舌头，估计舌头能长得跟长舌女鬼那么长。姥姥，姥姥，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谁带你们来的？是妈妈。姥姥，我可想你了。你这个小人精，越来越会说了。雪飞，你真要离婚了？那还有假？老江家愿意把佳玉家宝都给你。程雪飞点头。那就好，我不怕你离婚，我就怕你把2个孩子撇在江家。这么好的孩子，要是跟着他们的爸爸，日后怎么活？到咱家，好歹有我跟你爸，还有立夏跟秋生，咱们一家人，还怕养不起2个小毛孩？程雪飞拎着包袱嘻嘻笑着。刘娥发现闺女十分反常，按照闺女的脾气，是怎么也不肯离开那个疯女婿的。一说让她离开，她就抹眼泪。怎的这次突然自己回来了，还嬉皮笑脸，没有半点伤心。哎呀，坏了，闺女差不多也被传染疯病了吧？快进来歇歇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对了，你去看看你奶奶去，她老糊涂了，耳朵又聋，天天打听你，问你怎么老是不来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妈？你不能空着手去，但是家里实在也没什么好带的，怎么办？那就改天买斤红糖果子，2斤鸡蛋再补上。不行不行，你奶奶住在你大娘家里，你要空着手去，你大娘说不定门都不给你开。程雪飞琢磨了下，好像真有这种可能。每次回娘家去看奶奶，都是提的大包小包，当然这些东西多数要被大娘搜刮去，可也没办法，他要不带，大娘就要甩脸子，等他一走，说不定又要祸害刘娥。恰巧此时，外面响起叫卖油果子的声音，刘娥一拍大腿，哎呀，真是巧，这个卖油果子的10天半个月才来一趟，来的真是时候。程雪飞带着2个孩子往大娘家走，经过二大娘家门口时，恰巧二大娘从屋里出来，手里端着个簸箕，正在捡大米。二大娘一看程雪飞手里端着满满一筐油果子，喜得2眼放光。雪飞来了呀，爷，上俺家坐坐。程雪飞没想到半路杀出个二大娘，注意看，表嫂对疯了的小叔子一往情深。江红玉，等你不疯了，一定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喜欢你的人。到时候我朱彩云会不顾一切的离婚，再嫁给你，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说呢。反正我就要你，只要你。这一天，江山突然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出现在程雪飞家门口，他给程雪飞送来半筐红心萝卜、2个冬瓜，还有几尾新鲜的鲤鱼。离婚的事我已经在村支书老郭那开了证明，今天上午送到公社去了。就是小雨的高中同学，他同意帮忙，让你抽个时间直接去找他，他会帮你把离婚证办了。本来还担心江山会横加阻拦，没想到江山如此开明。刘娥又是感激又是愧疚，想留江山在家吃饭，江山不肯。
辛苦你们帮忙照顾佳玉家宝，要是缺了什么，直接去找我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你放心吧，这2个孩子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，我们一定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江山点点头，骑着车子走了。真是个好人呐，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第二天一早，他推着车子去公社去拿离婚证。按照江山的说法，他已经跟公社副主任打过招。公社副主任名叫黄博华，跟江红宇是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。雪飞，你来了。博华，我公公昨天来过了吧？江大爷来跟我说了，他跟我说你跟江红宇准备离婚了。他疯成这样，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守着他，早晚也得离。你放心吧，江大爷把大队开的证明给我送来了，我这就带你去把离婚证拿了。谢谢你，博华。别跟我客气，以后有什么事再来找我。说着，黄博华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一张纸，这应该就是江山从村支书那开的证明。两人带着证明出门，一出门却撞见姑婆江兰和儿媳妇朱彩云。好啊，你不嫁我儿子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想离婚没门！黄主任，这2个人谁啊？这是江红宇的姑姑，另一个是姑姑家的大儿媳妇朱彩云。朱彩云，她就是朱彩云。对，怎么了？你认识她？我听江红宇说，有个叫朱彩云的，给他写过情书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朱彩云。哎呦，有趣了！怎么，江红宇的这位表嫂居然还给江红宇写过情书？黄主任，你可别同意这个女人跟我侄子离婚。这位女同志，怎么人家离婚，你为什么要干涉？我不干涉，可是啊，离婚就跟结婚一样，哪有自己出面就行的？改天你媳妇要是自己一个人去县里离婚，你觉得这是合理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？小雨是我侄子，我侄子自己都不知道他要离婚，你怎么能听这女人片面的话？黄博华气得一张白脸涨红了。黄主任，听说你是小雨的同学，你要多为小雨着想啊。如果雪飞把2个孩子都带走了，小雨以后可怎么办？你有没有为他考虑？而且离婚必须本人亲自到场，否则就算是干部也没那么大权力，是不是？黄主任，你要这么干，那就是违反了规定，你敢干违反规定的事吗？朱彩云的声音柔柔弱弱，但是一针见血地戳到黄博华心里。黄主任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来，大家都来评评理，你们都是响当当的干部，你们自己说，哪有男人不来，女人自己来离婚的？从古至今就没这回事。黄主任，你怎么能擅自帮人办理离婚？不会你们有一腿吧？这是我同学，你们都知道的，那个江红宇，他不是疯了吗？他媳妇要离婚，人家江红宇他爸都同意了，亲自到大队开了证明送过来，不知道这位女同志为什么跳出来横加阻拦。我就不信你敢擅自帮我侄子离婚，你要敢离，我就敢到县里去告你。你去告吧，我不怕你告。这时公社的武装专干恰巧路过。陈专干，你快来，这里有2个泼妇扰乱公社秩序，快把他们赶走。泼妇在哪儿？皮够不够硬？江兰、朱彩云看见江，吓得嘴皮子也软了。小雨不亲自到场，你就不能离婚？婆媳2个撒丫子就跑，程雪飞眼见就要离婚成功，却被江兰婆媳2个搅黄了，也有点败兴。不过现在抓住了朱彩云的把柄了，居然给江红宇写过情书，这就耐人寻味了。他这什么姑婆，怎么这么不讲理？雪飞，你放心，就冲他这泼妇，我也得帮你把离婚给办了。博华别生气，没事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呵，程雪飞，你别想离婚。当年江红宇风华正茂时，你嫁给他，你多得意。当年要不是程雪飞出现，跟江红宇结婚的人就是我朱彩云，那样的话，江红宇肯定不会疯。程雪飞那个害人精，现在害得江红宇疯成那样，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，没门！你一辈子留在江家受苦去吧，要么就改嫁给傻牛牛，跟傻子过日子去。朱彩云到家后，在家里待不住，一心想出去走走，朝小路横穿过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里堆着几堆稻草垛子。刚走到草垛边，江红宇突然闪了出来。江红宇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彩云啊。江红宇，你忘了我了吗？我是彩云啊，我早就喜欢你了，我还给你写了情书，你还给我写了回信，你忘了吗？为了你才嫁到这边来，就想多看看你，你看看我啊，你一定还记得我。朱彩云越说越激动，再要说下去呢。好啊，朱彩云，你这个婊子，原来你嫁给我另有图谋。大理表嫂和疯了的小叔子又会被丈夫抓来争执。好啊，朱彩云，你这个婊子，原来你嫁给我另有图谋。朱彩云一听，顿时如坠冰窖，浑身冰冷。大侠，好啊，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宝一样供着，谁能想到你嫁给我，原来都是为了接近我这个疯表弟。郭大祥火冒三丈，不由分说，挥起拳头打了朱彩云一拳。朱彩云惨叫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，连个疯子你都勾引？大侠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逗他玩的。你放屁！朱彩云见势不妙，捡起萝卜朝郭大祥的头扔过去。郭大祥慌忙捂住脸，等萝卜掉下时，朱彩云已经好了。郭大祥见疯子表弟直愣愣地杵在一旁，像在看热闹似的，又羞又怒。这顶绿帽子戴得可真他妈难受，我弄熟你个疯子！郭大祥捡起地上的萝卜，朝江红宇的头狠狠一扇，江红宇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地躺到天黑。
这个小厮虽然疯，但总还知道天黑要回家的，怎么今天不回来？听说有些黑砖窑和黑煤矿专门抓这种神志不清的人去看蛊惑，要是小雨也被抓走了，那得受多少苦？江山赶忙拿了手电筒出来找儿子，快走到草垛旁时，赫然见到儿子江宏宇正靠在草垛旁坐着，双眼空洞的望向一片虚空。小雨，回家吃饭吧。江山知道儿子听不见自己说话，也不会有任何反应，但他还是每天跟儿子说话。可谁知儿子居然轻轻地转过头，那双散漫无神的双眼此刻炯炯有神，正牢牢地盯着江山。小雨啊！江山脑中轰然炸响，浑身的毛孔张开，一个劲的哆嗦，2道热泪从浑浊的眼中滚落而下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小雨，你总算不疯了，我的儿子终于不疯了。走，回家去，回家吃饭。小雨，你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？知道，我疯了好几年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为什么突然醒了？江宏宇的神情又开始恍惚起来。江山见儿子这个反应，生怕再把儿子刺激疯了。不说了，吃饭。梦了一辈子，疯了一辈子，该是清醒的时候了。雪飞跟孩子呢？难道要告诉小雨，雪飞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而且昨天已经把证明送到公社去了，说不定程雪飞已经办完离婚了。小雨知道了，会不会再受刺激？我前几天好像在路边看见雪飞了，他骑着你的自行车，带着2个孩子，孩子好像还喊我了。你能记得这些？我大概能记得我曾经看见过什么，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哎，小雨，这几年你媳妇带着孩子受了不少苦。前几天你媳妇提出要跟你离婚，我也同意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你明天好好洗刷一下，换身衣服，再把头发理，买点东西去你丈母娘家一趟，把他们娘仨接回来，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江山说着，脸上漾起了笑容。小雨恢复正常，雪飞跟孩子们就不用走了，这一家子全护了。离婚，如果他想离，我就跟他离。说完，江红端起稀饭吃起来。江山愣愣地望着儿子，不敢说什么。哎呀，小雨呢？这几天咋没看见小雨出来逛？对呀，我说怎么少点什么？咱们大队的守护神哪儿去了？难不成被开黑砖窑的人拐走了？不能吧，要是被拐走了，江山不急疯了。昨天我还见着江山去赶集，买了块猪肉，还买了双解放鞋。小雨要是被拐了，他还有心思买新鞋穿。那能去哪了？众人议论不休。不多久，就见江山推着辆独轮车经过，满脸淡定。江山去哪儿啊？去磨坊磨袋大米。哦，磨大米啊，磨给你家小雨吃吗？磨给我吃。哦，怎么好几天没见着你家小雨？上哪儿玩去了？在家呢。江山说着话，推着独轮车走过去了。众人都知道江山是个老实人，自从儿子疯了以后，就更加寡言少语，大家也都见怪不怪。看着没？江山说小五在家呢，是不是媳妇走了，受刺激了？你瞎说，他都疯了，还怎么受刺激？就是，要是能受刺激，就不疯了。那他躲在家里干啥？估计是疯的连裤子都不穿了，被江山锁在家了吧？过了不多久，从大街北面走来一个笔挺的身影，远远看去，那人又高又瘦，步履稳健，走起路来意气风发。怎么哪冒出来这么个精神小伙儿？那谁家亲戚？不像，是不是公社干部？等那人一步步走近了，忽然有人惊呼：“哦，那人像不像小雨？”你放屁呢！小雨哪有这么精神？还真是小雨。二大爷，小雨真的是小雨。哎呦喂，小雨不疯了，又成咱们大队最俊的小伙了。话说此时的江兰还不知道他那疯侄子已经醒了。牛牛，醒醒，别睡了，带你去找媳妇。媳妇，阿爸，媳妇在呢。你表哥的媳妇喜不喜欢？阿爸。那走，咱们今天去把她带回来，今晚就能给你捂被窝了。上集说到，恶毒姑婆竟想抓制媳妇给自己傻儿子捂被窝。亲家，我来接人来了，在不在家？你找谁呀？你是雪飞妈妈吧？你忘了我了？我是小雨的姑姑，家玉家宝的姑奶奶。雪飞，你姑婆来了，一路辛苦，都找到这来了。是啊，我跟牛牛特地来接你回家的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我跟江宏宇要离婚了，回哪去？当然是回我们家呀！你跟小雨离婚了，正好再跟我们牛牛结婚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是。刘娥眼珠子都要惊掉了，气得眼冒金星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不去告你们一状，你们还真是皮痒痒。江兰要发作，可是想想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，只好忍了。侄媳妇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你看看俺家牛牛这一身的力气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不比我那疯侄子强多了。啧，就你们家牛牛这样的人才，我怎么配得上？那必须是达官贵人家的千金才有资格嫁给他，是不是牛牛？傻牛牛以为是在夸他，捣蒜般使劲点头。我听说县长家的闺女长得跟仙女一样，牛牛，你还不赶紧拉着平车到县里走一趟，把你新娘子拉回来，
你就从这条路一直往南走，上了大路再往东拐，快去吧，去晚了媳妇被别人拉走了。牛牛一听媳妇要被人拉走了，这可不得了，赶紧回头，抄起平板车的车把就跑。牛牛，回来，他骗你呢，回来。牛牛，别回头，跑快点，再晚媳妇就被人抢走了。牛牛，他骗你呢，县长家的闺女不是你媳妇，你媳妇在这。江兰也顾不上程雪飞，赶紧跑去追自己的傻儿子。他们叫喊的声音引来左邻右舍出来围观，大娘沈香跟二大娘也凑过来。啥事啊？怎么吵吵嚷嚷的？雪飞，你告诉我到底咋回事？妈，你不用理那个泼妇，她就是没事找事。程发达从外面回来，见一群人围在自家门口。怎么有人来找事？雪飞姑婆来了，要把雪飞带走，还说我姑婆要把我改嫁给她的傻儿子。程发达当时就愣住了。此时江兰追上牛牛，母子两个又拉着平板车回来。亲家，你来的正好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谁特娘的跟你是亲家？程发达拖了一把黑色的嘎柱到来，江兰也吓得不轻，赶忙退到儿子身后。亲家，亲家，有话好说，别动家伙。牛牛，那是你老丈人，你快叫爸，叫啊，叫爸。爸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妈生了你这么个野儿子？老子嘎过猪，嘎人也不是问题，保证把你嘎得整整齐齐的。不信我嘎个你看看，你们谁先来？江兰大叫一声，拽着牛牛就跑。嘎人了，嘎人了！爸，别嘎我！雪飞他爸，你消消气，别真的砍人。别让老子再看见你，见一次我打一次。是你们家闺女自己送上门来，要给我当儿媳妇，我好好的儿子都被她教坏了，现在又不认账，你们不讲理。程发达看见那辆平板车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拿出把锯子，回来就往车把上去。雪飞他爸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是人家的板车，人家还要来找你，把他锯了，你拿什么赔？我不从那泼妇身上割块肉下来，他是不着疼。老三，这么好的车锯了多可惜，卖了也是好的。没柴烧了，喊点柴，今晚烧火做饭。他三叔，车上的木板能砍了当柴烧，可这2个车轮烧不着，不如给我吧。你要你拿走。乔翠花欢欢喜喜地滚着车轮回家了。可恶，我怎么没提前想到？这老二媳妇怎么这么会钻空子？一桶水都能让她榨出2两油。江兰得知自己的爱车被分了尸，当场昏过去。到底是平板车的木头，烧出来的饭都香。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脾气，跟土匪似的？我家里有个闺女，我就得跟土匪似的，那样我闺女才不用受人欺负，谁欺负我就跟谁拼命。程雪飞听了，在心里偷着乐。经过这次教训，江兰应该安分点了，我也该认真为自己的前途谋划了。带着一股莫名自信的创业激情，程雪飞骑着车子向公社出发，来到了全社唯一的一家照相馆。我不管，你们把照片照坏了，你赔我照片。同志，我们免费帮你重拍行吗？重拍？你们说的轻巧，我舅舅一家在外地，好几年才过来一趟，到你们这来照个全家福。我舅舅临走还说了，等照片照出来，务必要给他寄一张。你看看，你们拍成这样，我怎么寄？难道要我千里迢迢把舅舅一家再请回来重拍吗？你嚣张什么呀？不就是照坏了张照片吗？用得着你在这吵吵闹闹，耽误大家照相？就是啊，我们还等着照相呢。就他们拍成这样，你们还敢来拍？趁早关门歇业吧。你这同志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是你们技术不好，我舅舅千里迢迢过来拍了个全家福，你给我照成这样，搁谁不生气？给你赔钱还不行吗？这是赔钱的事吗？你又不要赔钱，又不重拍，你就是来找事的吧？葛师傅，我看看照片拍成什么样了。葛师傅把照片递给程雪飞，程雪飞看了一下，人影十分浅淡，显然是曝光过度了。这个年代，人们都是用胶卷拍照，胶卷十分昂贵，每个顾客来了，一般只拍1张就算，这种情况那就要重拍了。舅舅过来走亲戚，现在人已经离开了，也没法再叫过来重拍。当时可能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手有点抖，所以就没拍好。葛师傅，底片还有吗？有，同志，莫非你有办法？不一定，但我可以试一试。如果照片出现曝光过度的情况，可以在底片上进行修改，只是比较麻烦，就跟给人开刀动手术一样，必须一丝不苟，严丝合缝，多一点少一点，深一点浅一点，都会不自然。葛师傅，麻烦给我找支铅笔，一个放大镜，1块玻璃，再来一把手电筒，再借你们的办公室一用。小王，快给这位女同志找铅笔、放大镜、玻璃和手电筒。同志，已经修复好了，这是底片，咱照相馆能不能冲洗照片？小王说能冲洗，转身就进了暗室，从暗室里把照片洗了出来。照片拿出来一看，呀，真的变清楚了。葛师傅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他来不及询问程雪飞这是怎么做到的，先把照片送给顾客看。照片坏了就是坏了，谁能有本事把人像还原上去？可没想到，之前浅淡的几乎快看不见的人影，居然变得如此清晰，而且仔细看看，照片上的人比本人漂亮多了，没有半点不自然的地方。顾客大喜过望，顿时咧嘴笑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同志，要不是你，我差点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对不住，葛师傅，我还有事，等改天再来打扰，先走了。好，同志你先去忙你的，改天一定要到我这来坐坐。葛师傅，我可是把这话当真了，改天我一定还来拜访，您可不要嫌烦。
不会，到时候咱们切磋切磋。程雪飞蹬着自行车赶往中学，兄弟3个斜背着书包往前走。程雪飞推着车子追过去。春生有夫有民，姐。程雪飞生平头一次被3个小鲜肉一起叫姐，乐得呵呵笑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呀。可是程雪飞看了看有3个人，有点犯难了。程有富好像猜出了程雪飞的难处。春生，你先走吧。有富有民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回去到我们家玩。好嘞。晚饭过后，刘娥正收拾桌子时，在县城上高中的程立夏突然回家了。程立夏因为平时舍不得坐车的车费，不行回家又太远，要走2个多小时，所以1个月才回来一趟。呀，你怎么这时候来？我回家拿件厚衣服。那你等等，我切块冬瓜，给你下点挂面。程立夏看见姐姐跟2个外甥也在，而且天这么晚了，看样子不准备回去。程立夏一下子想到了什么。姐，你是不是打算跟姐夫离婚？对，不过还没拿离婚证。是该离了，就是为了家喻家宝，也得离。姐夫那个人真是可惜了。面已经好了，刘娥正好坐在旁边，借着白炽灯散发的光亮挑着玉米。立夏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考不考大学无所谓，别跟你姐夫似的，大学没考上，人疯了。妈，全国每年高考的人上百万，难不成全疯了？反正高中文凭就够用了，考不考大学无所谓，只要健健康康的，哪怕种一辈子地。这年头，只要手脚勤快，救了不死人。你个老娘们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你懂什么？考上大学能当大官，跟你种地的农民能一样吗？程雪飞听一家人说闲话，觉得有趣。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今年是83年，明年程立夏高考，那就是84年。据说那一届的数学试卷是地狱级难度，平均分只有26分。立夏，最近学习怎么样？压力大不大？不大。记住了，数学是重中之重，一定要好好复习。听说高考的数学试卷会越来越难，你要多加小心。程立夏抬头望着程雪飞，满脸疑惑。信我的，没错。第2天，程雪飞没有在家多待，扔下一大家人，自己骑车去了公社。雪飞是不是有了什么相好的，出门跟相好的见面去了？很有可能，否则干嘛突然离婚？这闺女最近好像心变野了，一肚子主意。刘娥真担心哪天冷不丁给她带来个什么大新闻。程雪飞骑车走在路上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她怀疑是妈妈在背后捣鼓的。不管了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等我的照相事业正式开张那一天，他们就知道我这段时间在忙什么了。当务之急是去国营照相馆去摸摸底。来到公社路口，正好撞见黄博华正在夹着个黑色皮革包往公社大院的方向走。博华，雪飞，对不住了，这2天忙得天翻地覆，还没帮你办离婚的事，等我忙完这一阵，一定帮你办了。没事，我今天来不是找你办理离婚的，离婚的事我不着急。你真善解人意，你到公社来有事吗？我去照相馆一趟。黄博华没多问，2人随口聊了几句。黄博华先到了公社大院，2人就在大院门口分开。葛师傅，小王，嘿嘿，会修底片的大师傅来了。程雪飞望着挂在墙上的价目表，把每种照片的价格都记在心里。葛师傅，昨天那位会修底片的师傅来了。葛师傅听说程雪飞来了，从摄影棚里出来。这位女同志，我还担心你不来呢，我这边还有几张底片，麻烦你帮我修修，麻烦你了。葛师傅您太客气了，这些都是底片曝光过度，人影浅淡。办公室里，程雪飞动手修照片，葛师傅在旁边看得仔细，有偷师的嫌疑。程雪飞也没说什么，方法能学来，但手艺是另一回事，不是1天2天就能学会的。等他把底片修完，小王把照片冲洗出来，果真还原了，真是出神入化啊！同志，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门手艺？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。你太谦虚了。葛师傅看出来程雪飞不愿意说，就没有深问。对了，小同志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你之前来拍过照片吧？葛师傅您好记性，我之前的确在这拍过照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也见过你。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？这不正是挂在江宏宇家里的那张结婚照吗？竟然还在照相馆里存着。原来你是江宏宇的爱人。我说怎么看着那么脸熟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这张照片看了好几年，正主就站在我面前，我都没认出来。这张照片怎么还在这？我越看越觉得江宏宇长得跟唐国强一样精神。唐国强是谁？电影明星，跟刘晓庆演小花的。我之前特地跑到县城电影院去看的这部电影，后来我在照相馆里发现这张照片，就觉得这个人跟唐国强特别像。我看一点都不像，不过王哥，你不会整天对着这张照片看吧？因为这张照片上的江宏宇真的很像唐国强。王哥，你这样可不好啊！你这么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作风不正，搞什么暗恋同性呢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，我就是纯粹觉得江宏宇长得像唐国强，我是把他当成唐国强来看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嘛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照相馆的名誉考虑，是不是？在照相馆上班可是个好差事，这么好的工作，千万不能丢了，对不对？小王想不通自己只是多看几眼照片，怎么变得这么严重？那我以后不看了。这才对，你别看就行了。说着，程雪飞硬从他怀里把照片夺过来，揣进自己兜里。宏宇看见打扮整齐的江宏宇，冲黄博华笑了笑，那笑容真是久违了。宏宇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你？听说你升了副主任了。宏宇，你不疯了？你认得我了？博华，你是个好人。咱们屋里说吧。
他真是做梦都没敢想象，有一天江红宇会突然清醒，出现在他面前。黄博华第一次领略到奇迹是什么。听我爸说，你在帮我跟雪飞办理离婚。对，你爸让我帮忙办的，幸好那天你姑姑出面阻拦，现在还没办成，现在你恢复正常了，你跟雪飞就不用离婚了。离婚的事，我亲自去问问他，如果他还想再离，我就跟他离。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雪飞真的想跟我离婚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已经不疯了，他跟你离什么婚？江红宇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对了，正好我刚才遇到雪飞，她说去照相馆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，要不你去看看。她去照相馆了？对，你快去看看能不能遇到她。上集说到，疯了的丈夫清醒过来，得知妻子要跟自己离婚，火急火燎地赶到照相馆。唐国强，小王，你是追星追到脑子迷糊了，看谁都像唐国强。真的，你看你后面。我靠，唐国强不对，是江红宇。程雪飞眨了眨眼，不敢置信。难道黄博华为了能让我和江红宇正式离婚，故意把江红宇拉到公社来的吗？那也不至于大动干戈的捯饬的这么整齐吧？江红宇是不是突然不疯了？难不成他也穿越了？雪飞，你是谁？你认不出来，我也正常。我刚清醒的时候，我也认不出自己。呜呜，太感动了，苦苦等了为3年，两人终于能破镜重圆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听我爸还有博华说，你要跟我离婚。对，是我要离婚的。如果你仍然想要离婚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也同意，那正好，今天博华也在，我们赶紧把离婚证拿了。黄博华原本以为能看一出感人至深的苦情戏，可是瞬间就出戏了，眼泪都来不及撤回。雪飞，红宇已经清醒了，你还要离婚？红宇，你想清楚了，离婚是大事，你可不能闹着玩。江红宇举步向外走，走到黄博华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，说：“走吧，我想得很清楚，离婚吧。”回到乡政府大院，黄博华回屋去拿村里开的证明。程雪飞与江红宇就站在门外等着。程雪飞双手揣进衣兜，兜里还装着那张结婚照。没想到我清醒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跟你离婚。得了吧，你绝对是个穿越过来的，演得真像那么回事。是啊，之前我总盼着你惊醒，整整盼了3年，结果等你真的醒了，才觉得有些东西已经错过了。你是不是不愿意离婚？不是，我是没想到你真的能醒过来。家玉家宝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在我妈家已经习惯了。今天我弟弟正好放假，跟着我弟弟玩。那就好。演的真是面面俱到，还不忘提到孩子。黄博华拿着证明走出来，目光在程雪飞和江红宇之间徘徊。你们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想好了。程雪飞揣着离婚证离开乡政府大院，江红宇一直目送他消失在视线之中。我真是不懂，你们何苦呢？两口子又没有什么矛盾，为什么不能重归于好？来，咱们回办公室去，我还有正事请你帮忙。博华，我想让你帮我回到工作岗位上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你还要回学校教书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。如果我自己到学校跟校长说我要回来教书，校长很有可能把我直接捆了。哈哈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就跟你直说了。当老师不是做别的工作，当老师是教书育人。你之前疯了几年，如果突然回来教书，其他老师什么态度先不管，我担心那些学生家长不放心，让一个疯了好几年的疯子到课堂教书，家长不得把讲台给掀了。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教书是有原因的，我想一边教书一边准备明年的高考。是啊，红宇，你忘了你为什么疯了？3次，你整整落榜3次，你现在还要再考，你是不是还疯着呢？放心吧，博华，明年是最后一次，如果明年再不中，我以后再不考，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。红宇，你真的听我一句劝，咱不考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不帮我，我自己去学校找校长去。别，我没说不帮你。这样吧，你回家等几天，我这边抽空帮你把工作落实了，你自己千万别去找校长，行不行？好吧，你出面肯定比我自己出面更有说服力。江红宇走到家附近，迎面看见表哥郭大祥一脸踌躇。难道是我那一萝卜把江红宇打醒的？关键是江红宇记不记得这茬事？万一江红宇要去告发怎么办？就算不告，光是把这事说出去就够我喝一壶的。大哥，怎么不到家里坐？我不想坐，在这站着挺好。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小雨，有事？那个，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清醒过来的？怎么问这个干嘛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只记得我醒来时候倒在草垛旁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不记得好。对了，大哥，我爸前几天刚打了青萝卜，要不要到家里来吃根萝卜？听到萝卜，郭大祥猛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别上急，因高考落榜发疯3年的前夫清醒过来，竟然还想回学校教书，重新备战高考，好兄弟都急哭了。这是前妻来出损招。幸亏你没答应，让一个疯了3年、刚刚恢复清醒的人去当老师，学校能同意吗？家长能同意吗？学生能认可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教书吗？他竟然还不死心，明年还要去参加高考。博华，不管他能不能考上大学，他想考你也拦不住，反而容易伤了你们多年的感情，你就随他去吧。还是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工作的事呢？还是别让他误人子弟了。我弟弟就在中学读书，我也算半个家长，我觉得不妥，其他家长就更不能同意。你不至于为了安排他的工作犯了众怒吧？再说你也只能托个人情，你管不到学校去，到时候被人拒绝了，面子上反而不好看。你是个明白人，那他的工作我怎么安排？
怎么安排？听说现在撤了公社，到处在改组，你随便给他安排个差事就行。那他要是不同意呢？先斩后奏，先看看哪个位置上有空缺，然后把他的名字往县里一报，就说名单已经报上去了。到时候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雪飞，还是你有办法，你这么聪明，不当干部可惜了。不过你可别告诉他这主意是我出的。放心，你好不容易给我解决了个大难题，我不会出卖你的。很快，江宏宇就来打听他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。黄博华笑眯眯地看着江宏宇：“你小子是不是存了什么坏心眼？”“怎么会呢？咱俩认识10多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害过你？”说着，黄博华从抽屉里拿出一枚胸章：“这是你给我落实的工作。最近民兵队里有空缺，所以你先过去带几天。你放心，过一段时间送你去县人武部训练1个月，凭你高中文凭，再加上训练，回来就直接让你当民兵队的营长。让你高考，让你打靶子、爬土坑，每天山南海北的抓贼，你哪来的时间复习高考？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好好做人不行吗？跟高考较什么劲？我要回中学当人民教师，结果你让我去当民兵。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当民兵多好，我也是从民兵干过来的，现在不也照样是干部？我这是为你好啊！你去当民兵只是个跳板，凭你这么有才华，很快就能受到提拔重用，还愁没有前途吗？算了，我自己去学校。你不能走，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给县人武部了，你不去的话，拿你当逃兵处置。”江宏宇恨不得当场抽黄博华一个大耳刮子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立马给你安排一辆拖拉机，让你天天开拖拉机上下班，柴油的钱算公家的。你故意的吧？你告诉我，谁给你出的馊主意？这怎么能叫馊主意呢？你肯定想不出这么损的招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谁叫你这么干的？我自己呀。博华，你撒谎了！咱俩认识那么多年，我对你不了解吗？你就是个直肠子，肯定有人指使你这么做。真的是我自己。是不是程雪飞让你这么干的？我没说错吧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最后，黄博华还是把江宏宇生拉硬拽地带到乡人武部去了。黄博华拿出一把足有3斤重的车钥匙：“江宏宇同志，恭喜你正式成为西部乡的民兵，这辆拖拉机以后归你使用。”江宏宇开着拖拉机一进村，就吸引了所有妇女的目光。这谁啊？长得这么精神，还开了辆拖拉机。哎，你看像不像老三家的女婿？是挺像的，不过老三女婿早就疯了，不可能是他。佳玉、家宝，你是谁呀？我是爸爸呀。你不是爸爸，我爸爸不是你这样的，我爸爸是个疯子。你爸爸已经不疯了。爸爸，你真的是我爸爸吗？江宏宇二话不说，抱起2个孩子往老程家走。大新闻了，大新闻！老三家的疯女婿上门了。这是你们家女婿吧？刘娥已经不会说话了，两腿发软。姥姥，他是不是我们爸爸？雪飞他爸，雪飞他爸。你嚎个什么嚎？叔婶子，快进来吧。你什么时候好的？大概有10多天了。这么说，雪飞知道你已经好了。这个死丫头，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。雪飞他人呢？说是去县城了，去买什么胶卷。叔婶子，这几年辛苦你们了，是我拖累了你们。只要你们好好的，我们就无所谓了。既然雪飞知道你清醒了，你们为什么还离婚？这是我们共同决定的。什么叫你们共同决定？你们经过父母同意了吗？婚姻大事哪能哥戏一样，还有2个孩子呢？没有问过你们，确实是我们不对。好好的一家人，疯了时还在一起，清醒了到3嫁了。那你们是铁了心要分开了。叔婶子，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，到那时候再说吧。高考落榜发疯3年的丈夫清醒过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和妻子离婚，而且还要再战高考。我明年还要考大学。难怪闺女什么都没说，原来这家伙还在做梦。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我闺女以后要改嫁，你也不要出面干涉。我都尊重雪飞的意思。 2个孩子你也别想要回去。孩子在这，我很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当一个合格的爸爸。别说些花里胡哨的屁话了，说点有用的。你考了3次都没考上，明年就能考上吗？明年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考不上，以后再不考了。不考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以后该干嘛干嘛。如果你明年考不上，就跟雪飞继续过日子，不是咱家闺女没人要了，我是看在家喻家宝的份上，孩子有亲爹照顾最可靠。那我要是能考上呢？你要是考上了，成了大学生，那咱家闺女就高攀不上了，你爱干嘛干嘛去。叔，我绝对没有始乱终弃的意思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高考拖累了雪飞这么多年，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她。前段时间她在我们家受了很多苦，被我姑姑欺负，她一时想不开去跳河。我闺女跳河，我去她姥姥的。你们家要是把人害死了，我要你们偿命。我知道，叔，你先别生气。算了，你还是走吧。我闺女就是没人要，也不上你们家了。管你考上考不上，跟我们家没关系。到了下午，程雪飞才从县城买东西回来，她拎着满满一包东西，刚进家门就闻到了家里的气氛不对。妈妈，佳玉，今天家里是不是来人了？爸爸今天来了。妈妈，爸爸不疯了，爸爸还跟我说话了，还给我买了糖。爸爸真好。妈，宏宇今天来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现在主意越来越大了，什么都瞒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佳玉他爸的事？我是打算这2天就说的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也没什么好瞒的，反正婚已经离了，我以后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了。
就算他不疯了，以后也不回去了。爸，你真开明。我听说你姑婆把你逼到跳河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是怕你担心吗？你要早告诉我，那天那泼妇来了，我一定当场剁她一只手。那你以后打算咋办？我今天去县城买了胶卷，过2天生意就能开张了，咱有了钱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妈，你不会还让我跟江宏宇复婚吧？复什么婚？不能复。你们爷俩一个鼻孔出气，雪飞，你现在主意大了，我也做不了你的主。我就是希望能一家人平平静静过日子，别隔3差5让我受刺激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一定让你高兴的受刺激，钱多的受刺激。我信你的邪。程雪飞嘿嘿笑着回屋了。姐弟2个把摊子摆好，太阳已经升高了，照在地上暖烘烘的。姐，今天太阳给你面子，你看天气多好，赶集的人肯定多。咱们也得吆喝，不然显得太没气场了。我不吆喝，咱是照相，又不是真的买东西。首先得吸引注意力，不然注意力都被别人吸引走了。姐，那你喊，我不喊。年轻人死要面子，一看就没被生活毒打过，想好好生活就不能扭捏。照相了，俊男美女都来照相，大人小孩都来照相了，结婚照、生日照、全家福。我在你这儿照了相，到哪拿照片？就在这街上，下次逢集我还来。那万一你不来呢？我好好的生意，我为什么不来啊？我就是这西部公社的人，我是程家村的，你要怕找不到我的人，就到程家村找我。好，那你帮我拍一张，我像对象用的，你一定帮我拍的好看一点。好嘞，我帮你修一下眉毛，眉毛一修，人更精神。不行，万一你把我眉毛剃秃了怎么办？你看看我弟弟，他的眉毛就是我修的，你看秃没秃？我这是附赠的，送你修眉毛。你要到城市里单修眉毛，人家还得给你收钱呢。小哥哥，你今天遇着我，你算捡着便宜了。你放心，人家姑娘一看你照片就能相好你。拍完照，时髦小伙被程雪飞说的心里美滋滋的，又是给他梳头发，又是帮他修眉毛的，说话还这么好听。小哥哥，下次逢集就能拿照片了。要是有个刮风下雨不能来，就去程家村找我，我叫程雪飞。行，下回我一定给你介绍生意。谢谢小哥，真新鲜呐，在大街上照相。还是这么年轻的女师傅，女的会照相吗？女的怎么不会照相嘛？你看人家还能帮你修眉毛，给你梳头发，照相馆的葛师傅能给你这么干吗？葛师傅那是老师傅了，人家有经验的。什么经验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证件照、全家福、生日照、结婚照我都能拍。女同志来了我还给免费化妆，结婚的我还有头纱可以戴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婶婶帮我拉拉人气啊，我谢谢各位。程雪飞，好大的能耐啊！你把江宏宇逼疯了，拍拍屁股走了，又到这儿来卖弄了。上集说到，程雪飞摆摊第一天，妯娌来砸场子。程雪飞，你个贱人，好大的能耐啊！你把江宏宇逼疯了，拍拍屁股走了，又到这儿来卖弄了。怎么，你也要来照相吗？要照就赶紧交钱，不照别光说风凉话。我呸！就你也会拍照片？你谁呀？别在这跟狗似的乱叫。这大街是归你管，怎么着？我说话都不行。朱彩云，别在这妨碍我做生意，好狗不挡道。你说谁是狗？我说的谁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女人把她男人逼疯了，又跟一个傻子勾搭到一起，就这种女人还有脸跑到大街上做生意？你做的是下三滥的生意吧？围观人立马沸腾了。有看头，女人吵架最有意思，尤其是2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要是打起来，就更有看头了。说我勾引傻子，全天下男人死绝了吗？你怎么不说那傻子是你小叔子？你把你男人逼疯了，是不是事实？屁的事实！你还不承认？我承认你个狗头！你倒先说说，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没回你婆家？我回不回我婆家关你什么事？那我有没有把人逼疯关你什么事？你把人逼疯，是你作风不正，道德败坏，把你男人气疯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男人疯不疯？你跟我男人什么关系？你这么关心我男人，你婆婆跟你男人知道吗？你先说说你多久没回家了？不明情况就在这胡乱栽赃，你亏不亏心？识相的话，哪凉快往哪待着去，不要耽误我做生意，再跟我避，别怪我说出难听的。朱彩云已经骑虎难下了，这时候要逃走，那输的也太难看了。表妹，我正找你呢，你怎么在这？大表哥，他欺负我。你敢欺负我表妹？到底谁欺负谁？你问问大家伙，我好好的在这做生意，你表妹冲上来跟我扯嘴皮子，怎么成我欺负她了？大表哥，你看他说话那个样，他就是欺负我。程雪飞，你敢欺负我表妹，看我不打熟你！怎么要打人吗？打人了，快来啊，这边有打人了，快报警抓人啊，要打人了。光天化日，我好好在这做生意，有人冲上来找麻烦，这就是旧社会的地主恶霸。大爷大娘行性好，快帮我去报警。老子手指头都没伸出来，你就去报警说我打人，还说我是地主恶霸，这个帽子扣的可真大，你别给我喊，我什么时候打人了？那我什么时候欺负你表妹了？你哪只眼看见了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问问这些大哥大姐、大爷大娘，是不是你表妹自己跑我摊子前的？是啊，她自己跑过来的。这么多人在我摊子前，我欺负哪一个了？大叔，你在这站了有一会儿了，我欺负谁了没？没有，人家小姑娘开门做生意，说话和气，态度又好，人谁也没欺负。是吧？大叔，你是个正直的好人。大表哥被对得哑口无言。
你们别被他的嘴皮子骗了，他心里恶毒着呢。他把他男人逼疯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男人就是江红宇，就是这个女人逼着江红宇去高考，江红宇考不上，就被这女人逼疯了。你看看他有多恶毒吧。江红宇是谁？江红宇你都不知道？咱们公社的大才子，听说在省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呢。之前在中学教书，后来参加高考，考了好几次没考上，直接疯了。就是那个人啊。对呀，你知道吧？原来这个女的是江红宇媳妇。江红宇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表嫂，我当然知道。表嫂，我怎么听说你当年给江红宇写过情书？朱彩云一听脸就黄了。程雪飞怎么会知道这事？你先给江红宇写情书，又嫁给江红宇表哥，你说说你安的什么心吧？这事你男人知道吗？你婆婆知道吗？你大表哥知道吗？看大表哥这反应，你也不知道吧？行了，该走走该散散吧，我得做生意了。来，照相了，全家福、结婚照、生日照、证件照，照相了。朱彩云气得头晕脑胀，突然提着篮子就往程雪飞身上打。程雪飞早就防备着，见朱彩云冲上来，一脚踢过去，朱彩云趴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你敢打人，我让你知道我的拳头几斤几两！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这边的动静吸引了整条街的注意，很快就有几名民兵跑过来。民兵喊道：“干什么的？民兵同志，快过来，这边打起来了！都住手，否则我开枪了！”民兵同志，有人砸我的摊子！混乱中，程雪飞猛地抬头，赫然看见一张熟悉的脸。江红宇，雪飞，这个女人不讲理啊！打字还没说完，江红宇的身影如针一般扎进他眼睛里，他顿时就像哑了一样，喊不出声来。不是做梦吧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江红宇？哎呀，这不是江老师吗？哪个江老师？就是高考考疯了的江红宇。姐夫，是他们先动手的。放屁！这两个人扰乱集市秩序，挑事打人，先送回人母部关起来。去！大理表妹和表哥有不清不楚的关系，被自己暗恋的小叔子抓了个正着。你跟朱彩云什么关系？我是他表哥，但不是亲表哥。他妈是寡妇在家，带着他嫁给我舅。除了这个，你们还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有没有男女关系？换句话说，有没有睡过？话一出口，两个民兵和吴大用都愣住了。说话。有。最早什么时候？吴大用快被问哭了。最早10几岁时，是他先逗赢我的，这不怪我。那最近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还要不要裤衩？要就实话实说，最近有没有？吴大用轻声啜泣起来，最后不得不点头。你知道朱彩云有爱人吧？他爱人是我表哥，你现在勾引我表哥的媳妇，你知道这是耍个流氓呢？吴大用哭得说不出话。你知道现在耍流氓能判几年吗？我不要坐牢。那我就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从今往后远离朱彩云，只要让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。不会了，以后他再找我，我绝不搭理他。还有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天这事记在他头上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吴大用虽然不太理解这句话，但现在只有点头的份儿。江老师，人怎么处置？把衣服还给他，明天再放出来。是。那个女的呢？先关他几天再说。朱彩云，我不会再让你害得我家破人亡。程雪飞拎着猪肝走回自己摊子，看见江红宇正站在那。江红宇似乎是来送饭送水的。不应该啊，按理说我们两人现在没什么关系了，怎么江红宇还来给我们送饭？都是穿越过来的人，哪还有什么感情可言？他刚刚还把孩子的照片揣进兜里，一个男人能对孩子有这么大的眷恋，肯定是自己的骨肉才能做到。莫非他不是穿越，真的只是突然好了？如果江红宇还是原来的江红宇，他好了以后又为什么同意跟自己离婚呢？难道不是极力挽留他，要让一家人破镜重圆？莫非是重生？姐夫送来猪头肉炒蒜苗，特别香，你快来尝尝。都说了不是你姐夫，一碗蒜苗炒猪头肉就把你收买了，节操呢？以后跟我叫哥，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。我叫习惯了。没事，以后慢慢改。程雪飞把猪肝放到车把上挂着，拿起一张饼，夹着猪头肉炒蒜苗吃起来。这2年，朱彩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的。麻烦？那叫麻烦？那叫把人往死里逼。其实有件事，我早就该跟你说了，但怕你误会，一直瞒着。什么事？在朱彩云嫁给我表哥之前，我们就认识了。程雪飞做出了一个惊讶的小表情，然后继续吃他的猪头肉夹馍。你还记得汪老师吧？就是之前跟我住一个宿舍的那位汪老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戴眼镜的，很瘦。对，朱彩云其实一开始是汪老师的对象，她经常到宿舍去找汪老师，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。但是后来有一次，汪老师去外地学习，朱彩云又来了，我跟她说汪老师不在，她说她不是来找汪老师，是来找我的，然后递给我一封信。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打开信看了，才知道是封情书。原来如此，朱彩云先跟汪老师谈对象，又看上汪老师的室友江红宇，为了江红宇又嫁给江红宇表哥，现在离开江红宇表哥郭大祥，又火速的跟一位大表哥好上了。这女人战斗力爆表啊！你不生气吗？生什么气？江红宇被问住了，他好像是有点自作多情了，人家根本就不在乎。这女人很难缠，我怕她以后对你不利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我先治她几天，让她尝点苦头。你怎么治？江红宇却什么都没说，眼睛里一片阴云。程雪飞姐弟俩回到家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这才赚几个钱，又乱花。妈，我们今天一整天收了快30块钱了，
这么多，30块。你舅舅家的表哥在纺织厂上班，1个月的工资也不到30，还得去掉成本呢。净挣的话，连1/3都不到。那也差不多10块钱了。你今天才开张第1天，以后人家知道你在那拍照片了，肯定都来找你，以后会越赚越多。姐，要不明年我初中毕业了，也跟你学照相吧，1天挣10块，1个月就是300。哎呦，一个人1月就能挣300，我跟你爸2个人1年到头在地里忙活，也挣不了这么多。所以妈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第二天，程雪飞一个人骑着车子去其他村庄张罗生意，没有走远，他揣着烟去了刘家村的大队部。别上集，一大早，程雪飞带着家伙就赶往刘家村大队部。刘叔你好，我是你们家刘晓霞的同学，我叫程雪飞，还记得吗？程雪飞呀，我记得你。刘叔，我今天路过这，有件事请您帮个忙。你看你这丫头多幸了，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我要在大队部门口摆个摊照相，麻烦刘叔你给我用大喇叭喊2声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么点小事，你看你还买烟，你随便跟我说就行了，下回可不许这样了。好嘞。喂，各位队员注意了，各位队员注意了，大队部门口有照相的，可以拍结婚照、生日照、证件照、全家福，有需要的可以过来拍，机会难得，机会难得，在家门口就能拍照，还可以免费帮你化妆，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。大喇叭的声音传遍整个村子，程雪飞就开始到大队部门口摆摊去了。每个村的大队部都处于全村的正中心位置，所以这里也很开阔。不一会，摊位就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程雪飞一个人忙着收钱、找钱、记录、拍照、调背景图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一直快到晌午，人才渐渐散去。程雪飞开始收摊，葛师傅望着满满一屋子都是程雪飞拍的胶片。小王，你还说他不会影响我们生意，照这样下去，到咱们这儿拍照片的可能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葛师傅，谁能想到他真的干起来？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女人家的，闹着玩呢。这下完大了。那我以后不给他洗照片了。小王私底下其实很愿意帮程雪飞洗照片，只不过同行是冤家，他既然在照相馆上班，就不能对程雪飞表现得太热情。他也不是白洗，人家既然愿意花钱，咱没道理不让人家洗照片，而且人家也是凭本事赚的辛苦钱。算了，以后有多少都帮他洗吧。程雪飞也个爽快坦荡的人，没什么弯弯心眼，就是成了童星，他也没有耍什么不正当的手段。进来时仍然对所有人客客气气，人家一个摆摊的女同志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们堂堂国营照相馆也该有点国营店铺的风范。好嘞，葛师傅，我听明白。程雪飞一大早就来到公社，今天逢吉，他要先去照相馆取昨天洗的照片，但他来得太早，照相馆还没开门，就在门口等着。等了很久，一辆拖拉机轰隆隆开过来，循声望过去，看见拖拉机从大街上经过，后面车厢拉着7、8个民兵，开拖拉机的人居然是江红宇。希望江红宇没有发现我。程雪飞听到拖拉机轰隆隆开走了，悄悄松了一口气，刚转身就被身后的人影吓了一跳。你怎么来得这么早？我昨天在这洗了太多照片，得提前过来把照片分开放好，今天人家会来取。江红宇脱下自己的大衣，轻轻披在程雪飞肩上。我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你冷不冷？我不知道吗？你最怕冷。你怎么认出是我的？我为什么认不出你？而且这围巾是当年我去市里开会时给你买的，在西部公社没有第二个人有一样的围巾，我光看到这围巾就能猜出是你。唐国强，小王来了。小王一如既往的热情，他冲到江红宇面前。唐国强，不，江红宇同志，你好，我叫王明。王明同志，你好，我是江红宇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先走了。你的大衣，我等会儿执勤，自己来拿。小王一直目送江红宇消失在大路尽头，满眼痴迷。小程同志，我要是你，打死都不跟他离婚。王哥，你不会是个基佬吧？别看了，快开门，我把照片拿走。中午11点左右人最多，程雪飞就有些忙不过来了。同志，你快点，我照完了要去我大姨家走亲戚，再晚就赶不上午饭了。好嘞，你等等，马上就好。姐，有什么我能帮的？有富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收下钱，记下他的名字，洗几张照片。正午时，程雪飞趁着程有富在这，他到政府大院上了趟厕所，然后到集市上转了一圈，买了块猪头肉、2斤梨、几张饼。回去后，程有富已经不在了，换成江红宇帮他看摊子。刚才那个人呢？我让他先走了。程雪飞看见自行车座上放着一个饭盒，程雪飞有点不好意思，不过这么被人照顾的感觉还是很好的。以后不用给我送饭，我随便吃点就行了。过几天我要去县里军训，就不能给你送了。是吗？你要去军训？吃完饭，江红宇拿着饭盒要离开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请你吃梨。江红宇看着黄绿色的梨，笑了笑，拿了梨装进大衣口袋里。我走了。恶毒妯娌联合姑婆逼迫妻子跳水身亡，浑浑噩噩过完一世，重生归来男人绝不允许他们害得自己妻离子散。从上一个西部大吉到今天整整5天，朱彩云一直被关在这，目光呆滞无神，看着就像是个精神失常的女疯子。朱彩云，咱们好久不见了。江红宇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朱彩云爬起来，冲向江红宇。江红宇抬起手，啪一个耳光。怎么在这待的几天还不够吗？你打我，你竟然打我！
你再靠近我一步，我还会打。朱彩云的脸火辣辣的疼。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江宏宇一直都是个温柔和善的人，但是现在怎么回事？不仅狠心的把我一个女人关在这好几天，而且一见面就扇我耳光。这一耳光是帮我大哥郭大祥打的。你大哥也没这么打我，所以我帮他代劳啊。你还是江宏宇吗？我要不是江宏宇的话，为什么打你？朱彩云瞪着江宏宇的眼睛，那眼睛里有种可怕的怒火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你为了接近我，主动嫁给我大哥，结婚后却不肯安心跟他过日子，还跟其他男人勾勾搭搭。我已经对得起他了，不然就他那个德行，一辈子连个女人都沾不到。这件事吃亏的人是我。江宏宇冷笑一声：江宏宇，你放了我吧，我求求你放了我。我会放了你的，真的。今天就放，不过要等接你的人来了再放。不用找人来接我，我可以自己回家。为了你的安全，还是找人接你比较好。哎呦，我弟儿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你犯了什么事了？被人抓起来关在这。朱彩云没给江兰好脸子，再去看呆头呆脑的郭大祥，跟玉树临风的江宏宇一对比，郭大祥显得木讷又猥琐，看得朱彩云心里直犯恶心。小雨，是谁打你嫂子的？你快查出来，一定要狠狠教训那个人一顿，帮你嫂子出口气。姑姑，这是我打的。你怎么敢打她？她可是你嫂子。我是帮我大哥打的，是不是？大哥。郭大祥不敢反驳，连连点头，一边点头一边嗯嗯作声。我弟儿啊，你受苦了，快跟我回家去。我不回去。不回去？那你去哪？我知道你跟大祥拌嘴吵架了，两口子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？你跟我回家，我做2顿好吃的给你吃，不给他吃。我说了我不回去，我要跟郭大祥离婚。离婚？你跟大祥过得好好的，离什么婚？郭大祥听说媳妇要跟他离婚，一脸伤心的表情。不行，不能离婚，这媳妇凶是凶了点，而且我晚上提14次要求，媳妇要拒绝9.9次，可是至少有个媳妇啊，要是离婚了，那我不就成光棍了吗？你们走不走？不走的话，我要锁门了。朱彩云朝门外看了看，趁人不备，突然朝门口窜去。快，大祥，快追你媳妇，不让她跑了，她要跑了，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？程雪飞继续守着摊子，直到下午，在他快收摊时，黄伯华来了。雪飞，我们乡里现在正在找发家致富的典型呢。临河县其他乡已经出了1万元户了，咱们西部乡现在1个1万元户都找不到。县长明里暗里都在批评我们，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到位。我们到县里开会都觉得丢人。我看你有希望成为咱们乡的第1个1万元户，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给我们西部乡争口气。黄主任，你别拿我这个小老百姓开玩笑了，我离1万元户还差9999块钱，还早着呢，你千万别指望我。对了，你见过江宏宇了没？一想起江宏宇成了民兵，程雪飞就想笑。看见了，你是怎么想到的让他当民兵的？我之前就是从民兵干过来的，那里的人和事我都比较熟，能说得上话。再说，让他成天训练执勤，再让他去抓人，他哪有时间复习高考？等过个1、2年，他表现不错，我再想办法把他调到政府单位来。我相信，凭他的本事，一定能混出头。宏宇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万幸。嗨，我们都认识10几年了，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？你要真想感谢我，就给我拍几张照片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看到雪飞的摊子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样？他摊子前人多不多？程有富还没说话，脸上的表情就已经做了准确的回答。我就说吧，这丫头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无利不起早。她要不挣钱，干嘛那么拼？那我今天看着了，她一书包都是钱，一书包都是钱。哎呀，你说媳妇的是有希望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你这个死心眼吧，她那么有钱，咱家那么穷，难道她能不帮衬着点？你跟她借钱，难道她能1分不借给你？借了也只是度过一下难关，以后还得自己还。先借了再说，总比没地方借来的好。至于还不还，那是以后的事。别上集，二大娘和2个小孙子早早的就到程雪飞家门口候着。程雪飞已经摸透了乔翠花无孔不入的占便宜手段，看见他买了这些东西，说不定会当着他的面哭穷。二大娘，来，过来吃梨。乔翠花满脸喜色，拿了一整个，瞅了瞅，又拿了一个，递给大孙子。铁蛋，拿个梨送给你二叔吃。3岁的铁蛋抱着大梨跑走了。哎呦，雪飞是个好孩子，将来肯定能发财。他三婶，你可真有福。这孩子吃苦的命，发什么财？若不死就是福大命大。过了一会儿，铁蛋跑回来，乔翠花问：“你把梨送给你二叔了？”“我送给我爸爸了。”“行吧。”等乔翠花走了后，程雪飞才取出猪头肉、肥皂、毛巾、毛线、洗头膏等等。妈，这些花不了几个钱。这还花不了几个钱，这些东西得好几块吧？你个败家子！程雪飞厚着脸皮笑笑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乖乖，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妈妈，我想爸爸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哪里想爸爸？这里想。怪不得姥姥说你是小人精，你怎么知道是那里想？我就是这里想。爸爸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爸爸最近忙，妈妈改天去问问爸爸，好不好？好，叫爸爸早点来。佳玉终于露出笑容。2个人离婚了，可以隔岸天涯，可父子亲情，血浓于水，是一辈子改变不了的。孩子这么小，看到别人有爸爸有妈妈，肯定会好奇为什么自己的爸爸怎么不在身边。想想也怪可怜的，看来得找机会去见见江宏宇，让他抽个时间看看孩子。
第二天干完活，程雪飞就骑车往人武部赶去，在大院门口下车，看门老头拦下的。女同志，你找谁？大叔，我找江红宇。你找江红宇啊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表姐。啊，是表姐了。江红宇同志，你表姐来找你。江红宇快步跑来，不知道表姐突然找他有什么事，他猜到应该跟孩子有关。你们表姐弟俩长得挺像，有事到休息室来说吧。程雪飞不放心他的自行车，他朝自行车指了指。有我在这，难道能丢了你的自行车？谢谢大叔。坐吧。谢谢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是孩子的事。佳玉说想你了，问你什么时候能去看他。喝口热水，暖和暖和。程雪飞顿了顿，接下杯子。这样，我后天要去县城军训，不如你把佳玉、家宝带出来，我带他们去县城河滨公园去玩，他们从来没去玩过，应该出去见见。我后天还要下乡照相，没时间。就耽误一天不行了。程雪飞为难起来，之前答应那几个村子的人要去照相，现在说到做不到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佳玉、家宝几乎没出去玩过吧？程雪飞摇摇头，一年到头了，带孩子出去玩一次吧。你现在没时间，等快过年时，生意更好，就更没时间了。那好吧，后天带他们去公园玩。江红宇满意的点点头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在屋里吧，外边怪冷的。我们是回来找东西的，师娘，你要走啊？孙小胖，你别胡叫，谁是你师娘？你看我这张嘴，对不起师娘，我以后不乱叫了。程雪飞没有计较，点头笑了下，挤出人群说：“再见，我走了。”再见，师娘，慢走。江红宇走过来，剜了孙小胖一眼，然后追了上去。这里边有几个是我之前的学生，他们可能之前见过你，我没让他们胡乱叫，你别误会。没事，你留步吧。你表姐这么快就走了？雪飞，我看小江其实挺疼孩子的，要不为了孩子，要不你们还是复婚吧。嗨，妈，你不知道吗？江红宇明年还要参加高考。我知道，只要你好好劝他，劝他放弃，让他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现在手里又有了正门营生，将来肯定能把日子过好。可是我怎么能叫别人放弃他的理想？我得担多大的责任？他想干什么，这是他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就算他一时为了跟我过日子，放弃了高考，说不定以后就太负蒙，又想起来了，或者将来有一天他埋怨我阻拦了他的前程，我能担当得起这个罪责吗？你说呢？刘娥说不过闺女，因为闺女说的有道理。刘娥何尝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？要是江红宇没有心思复合，光程雪飞一个人使劲有什么用？就是程雪飞同意，程发达也不能同意。别上急，江红宇带着程雪飞和孩子们去县城玩过回来后，程雪飞拖着2个孩子走回家，还没到家门口就被左右邻居围住了。哎呀，雪飞命真好啊！今天跟姑爷上县城，姑爷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。佳玉、家宝，你爸爸给你买了什么？青蛙可真稀奇了，这都马上11月了，还有青蛙？城里的青蛙不怕冷吗？雪飞，你们啥时候复婚啊？复婚时还摆不摆喜酒？复什么婚？东西都是花我自己的钱买的。不复婚，不复婚，人家还坐大卡车来接你去县城玩。程雪飞懒得理论，带着孩子走进家门，反手将门关上。闺女，这么多东西，妈，别多想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花自己的钱买的。晚上吃过饭，2个孩子在当院里给小青蛙上了线，小青蛙一跳一跳。程雪飞洗完碗回到堂屋，爸妈，过完年我要把2个孩子送到公社小学学前班，我打算带2个孩子搬到公社上住。到公社上住，主要是2个孩子上学的事，不能耽误。你一个女的，怎么能带着孩子到公社上住呢？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。妈，现在已经不是过去大集体时代了，在过去大家哪都不能去，只能蹲在自己的生产大队。可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的人来去自由，只要你不干违法的事，去哪都成。再说公社离这又不远，20多里路，我骑车很快就到了。话虽如此，可刘娥还是不放心。刘娥不怕别的，主要怕传出一些不好的流言，重伤了闺女的名声。雪飞，佳玉、家宝还小，干嘛让他们这么早上学？咱村里就有小学，等过个几年，让他们直接上小学就行了，干嘛非要到公社去上学前班？妈，他们这个年纪是接受启蒙的最佳年纪，让他们到学校锻炼锻炼，将来有好处。可是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到公社上住，安不安全？咱家也没个近亲在公社大街上住，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？妈，现在公社大街比乡下安全多了，到处在整顿，天天在抓人，连个贼都没有，老鼠都吓得不敢出街了。你这丫头主意大了，想去就去的。江红宇那边已经给黄伯华打电话，让黄伯华帮忙留意附近谁家有房子往外出租。黄伯想起来自己媳妇家有几门拐着弯的亲戚，在公社大街上有住房。怎么他们2口子什么事都找你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找我帮忙问问房子的事吗？你又犯了什么疑心病？你不是说江红宇2口子已经离婚了吗？离了婚怎么还帮着找房子？人家虽然离婚了，但也是客客气气的，为了孩子彼此还留着情面。这2个人脑子有毛病。你嘴上积点德吧。我说错了吗？江红宇疯了好几年，不就是脑子有毛病吗？
他媳妇在他疯了时都没离婚，现在他不疯了，反而过不到一起去了，这不是脑子有毛病是什么？这话你敢出去说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怎么，我说他们几句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江宏宇是你亲兄弟吗？你这么护着他？你别跟我胡搅蛮缠，娶你这种女人真是晦气。你起来，咱们什么时候生儿子？你给我个准信！生个屁！我是为谁生的儿子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没有儿子，你当再大的官也没用，死后没人给咱烧把纸，咱的家产都要落到外人手里了。没有儿子，我跟人说话都不硬气，你就不怕人骂你绝户吗？你当官也只能管一辈子，生儿子那是祖祖辈辈的大事，你怎么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？好容易挨过了一个晚上，黄伯华抖擞了精神去乡政府上班。铁凤气冲冲地来到黄伯华办公室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回家再说，我在上班。”黄伯华，你说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种话别乱讲。你说你是不是借钱包养哪个狐狸精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别在这吵吵闹闹影响我工作。我刚才都听说了，你借钱给一个女人。黄伯华，今天你要不把这事说清，我就赖在这不走了。我要让全公社的人看看你黄伯华的为人。黄伯华回味一下，立马想起他曾经借钱给程雪飞的事，那个长舌妇把这事抖落出来的。铁凤，你别无理取闹，我是借钱给别人了，但那不是别人，是江宏宇他媳妇。你承认了是吧？我承认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早就跟江宏宇他媳妇儿勾搭上了？你这彪老娘们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给我添堵？那你说说，是不是借钱给他了？我是借钱给他了，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不跟我说？我跟你说，你能同意吗？你明知道我不同意，还借钱给他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，别影响我工作。那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跟江宏宇的媳妇儿有一腿？我早听人说了，江宏宇的媳妇儿长得跟朵花一样，你是不是看着眼馋，也想掺一脚？注意看，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前妻过度关注，导致家庭矛盾一触即发。那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跟江宏宇的媳妇儿有一腿？我早听人说了，江宏宇的媳妇儿长得跟朵花一样，你是不是看着眼馋，也想掺一脚？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，我早晚被你气死。我跟你说，人江宏宇他媳妇找我借钱是做正经生意，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忙。你别把别人想的这么肮脏龌龊，就你那点心眼儿，能不能想点好的？我借钱给别人，又不是不还了。再说，我也没跟你借。那万一他要不还呢？他就故意看你好欺负，跟你借钱。正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缓缓推开了。程雪飞见黄伯华办公室里有人，气氛剑拔弩张的，还以为黄伯华是为工作上的事动怒。黄主任，铁凤听到有人进来，扭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只见程雪飞个头挺拔，姿态曼妙，直接看呆了。老天不公平，都是女人，怎么差别那么大？有什么事吗？黄主任，上次借了你200块钱，今天还给你，小本买卖，钱有点碎，你别嫌弃啊。难不成这就是江宏宇媳妇儿？切，臭娘们儿，打脸了吧？说人家不还钱，这不马上就把钱还来了吗？黄伯华脸上表情顿时化了冰，也有了笑意。这么快就赚回本了，你这生意可以啊，万元户指日可待，我等着你给咱们西部乡争口气。黄主任，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你点点吧，钱有点碎。行，正好。要不要收点利息？你才借了几天就还了，要什么利息？支持你们发家致富是我们乡政府的责任，是我们工作之一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直接来找我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谢谢黄主任，黄主任真是为民办事的好干部。等程雪飞一走，黄伯华的脸又拉下来。你看着没？人家江宏宇他媳妇儿办事多敞亮，就你成天在那瞎琢磨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哼，你看到他时两眼放光，嘴巴都勒到耳朵根子了，他离婚了，你很得意吧？呵，你哪来的？再滚回哪儿去？不然我一会儿叫民兵来抓你，说你扰乱公务。有本事你今晚别回家。小王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小程同志不会影响咱们的生意，你现在看看咱们什么光景？嗨，看来话还是不能说太早啊！谁也料想不到，一个看起来毫无杀伤力的女同志，单枪匹马就把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国营照相馆干得半死不活。小程同志大冷天里骑着自行车窜来窜去，天冷的都伸不出手，却还是每天坚持出门招揽生意。对于这种拼命苦干、任劳任怨的人，别人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人家又不是坐在那等天上掉馅饼，凭什么人家努力了还不允许人家赚钱？再看看人家对曝光把握的多么精准，颜色该深的深，该浅的浅。所以说，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就是自带天赋，偏偏拥有天赋的人还那么努力，活该人家赚钱。程雪飞在集市上忙了一天，累到腰都快断了，不过摸摸鼓鼓的钱包，觉得累也值得。他坐在小板凳上休息，把那天在县城河滨公园拍的照片拿出来看，看见江宏宇和孩子的合影，见两个孩子笑得那么开心，程雪飞也面露微笑。笑什么呢？看看孩子的照片。对了，江宏宇让我给你找房子，说你要带孩子到公社读学前班。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别麻烦你，我自己在这找就行了。这公社上的人，我认识一些，让他们帮我撒撒网，肯定能找到一间。这是交给我吧？行，反正不着急，孩子要到年后才去，我自己也慢慢打听。对了，我把照片给你，那天我去还钱，就想顺便把这照片还给你，但我见你办公室里有人，就没拿出来。黄伯华接下照片，没有立即看，而是再次惊叹程雪飞的眼色。那天在你办公室里那个女的，不会是嫂子吧？你见过她？没见过，不过看你们两个的反应，我猜的应该不错。同样是女人，为什么人家就那么机灵，自己的媳妇就那么虎了吧唧的？
天黑之后，程立夏带着一身寒意回到家。不是让你坐车了吗？怎么还走着回家？程立夏笑笑不说话。哥，姐姐现在有钱了，不要为了省1-2毛钱车钱走那么远的路。姐姐照个照片，就够你做个来回趟的。姐姐的钱是姐姐的钱，我怎么能心安理得的乱花？我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弟弟？吃饭后，佳玉、家宝已经跑到小舅舅的床上，跟小舅舅看小人书。见孩子不在，程立夏小声开口：“姐，上次我回学校，在车站遇见姜老师了。他去县城干嘛？他拎着一摞教辅书和试卷，看来还没死心，还是想参加高考。我知道，你不劝劝他？别人这么说就罢了，怎么你也认为他不应该参加高考？我不反对他参加高考，我是担心万一他考不上，万一再疯了怎么办？姜老师如果正常的话，佳玉、家宝至少还有个正常的爸爸。要是他在精神失常，你不觉得佳玉、家宝太可怜了吗？他们长大懂事了，怎么接受自己的爸爸是这副样子？你说的当然对，不过既然江宏宇能连考3年，疯了之后还不忘继续考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决心。一个人决心如此强大，你就别劝了，是福是祸，那是他自己的人生，让他自己承担。如果撞了南墙不回头，也说不准。南墙后面别有洞天。至于佳玉、家宝，他们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爸爸，那是他们的命运。不过至少他们还有我这个当妈的，我会为他们的人生兜底。这天，程雪飞干完活回家，看见二大娘无事献殷勤，主动帮忙擀饺子皮，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饺子端到堂屋桌上，二大娘不等招呼，直接到堂屋坐下了。这2年，我们家有父的亲事真是把我愁着了。有父那孩子老实本分，又会干泥瓦匠的活，你别发愁，早晚能娶上媳妇。是，有父确实是个好孩子。我特意问过村里的媒婆，媒婆都说我们家有父没问题，就是这个房子不好解决。房子？刘娥听了乔翠花的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我们家老大结婚时，村里还是大集体，房子是生产队帮忙一起盖的，但现在都单干了，谁家盖房子都要自己找人，自己买木材什么的。现在的大姑娘眼界又高，不喜欢土房子，都喜欢盖砖瓦房，那砖瓦多贵啊，还得买水泥、白灰，我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所以程雪飞老早就听出二大娘的意思，但她假装没听懂，继续埋头吃饺子。雪飞，你看看你赚了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，让我把房子盖起来，有了房子就能给有父娶媳妇了。此话一出，程发达、程立夏、程春生一起望向乔翠花，都不敢相信乔翠花能说出这话。3个大老爷们面面相觑。我其实也不太好意思跟你们张口，不过你们家雪飞现在找到挣钱的买卖了，挣钱的日子在后头，借点钱给我们盖房子应该不难吧？二大娘，我哪有钱借给你？乔翠花愣眼了，没想到程雪飞这么不留情面，竟然一口回绝了。雪飞，二大娘，你瞅瞅我们家，我们自己家的房子都破得不成样子了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我爸妈还住在灶房，要盖房子也得先让我们家盖。你们家立夏这不还小吗？不着急盖房子，我们家有父是等着盖房娶媳妇。那我2个弟弟就不用娶媳妇了？他们得晚几年嘛，又不着急。不着急？我觉得有父也不用着急啊。国家提倡晚婚晚育，有父才20岁出头，他急什么？雪飞，二大娘，你先听我说，有父的亲事你真不用着急，他那么好的小伙子，不可能娶不上媳妇。雪飞，二大娘，房子不是问题，放心吧。乔翠花一时被堵的不知说到哪了。对了，房子不是主要问题，主要问题是借钱。房子的确不是问题，但现在结婚，人家女方都想要什么自行车、缝纫机，还有彩礼，这些都是钱，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？程发达早听不下去了，将半碗饺子放桌上一扔，起身走了。程立夏和程春生对望一眼，悄悄离开饭桌。刘娥也不敢说什么，她早就领略过乔翠花的战斗力。二大娘，我们家还没有缝纫机呢，要不你也借点钱给我，我去买个缝纫机，大家一块用。雪飞，你别拿你二大娘开玩笑。二大娘，那你也别拿我这个小辈开玩笑。我怎么拿你开玩笑了？你跟我借钱盖房子，这不就是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跟你借钱盖房子，就是跟你开玩笑了。你那么有钱，借点给我又怎么了？二大娘，别说我没钱，就是手里有钱，也得给我们家把房子盖起来。你怎么没钱了？没钱你能吃肉饺子？二大娘，你要说借钱买肉包饺子，我能帮得上忙，但借钱盖房子，对不住，我没钱。乔翠花眼见对付不了程雪飞，就把矛头转向刘娥。他三婶，你看看你家闺女无法无天，有没有把长辈放在眼里？我就跟他借个钱，你看看他什么态度？是我年纪大了有点儿呗。他三婶，你说话呀，你不管你家闺女。雪飞，你跟你二大娘好好说话。妈，你帮我盛碗饺子汤去。刘娥一去不复返了，桌上只剩乔翠花和程雪飞。乔翠花见没人能来镇压程雪飞了，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侄女，咱是亲娘俩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有父也是你弟弟，难道你能眼睁睁看你弟弟打光棍不成？二大娘，我是真没钱。再说，你看立夏今年都18了，明年上完高中也得张罗娶媳妇的事。还有春生，他成天瞎混，不好好学习，过不了几年也要准备娶媳妇。我爸妈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，能挣几个钱？我们家光景也不好。你们家光景再不好，也比我们家强啊！你看看这兄弟2个穿的都是新衣服，你们还能吃上肉饺子？我们家上次包肉饺子还是上回6月初1，都快半年了。二大娘，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我们家包肉饺子，就有你们家1碗。雪飞，1碗肉饺子算不了什么，我们家缺的是盖房子和彩礼的钱。二大娘，
我们家也缺盖房子和彩礼的钱。你别跟我兜圈子了，你就给个痛快话，到底借不借？你要是这么不讲情面，以后咱两家也没必要再来往了。那就不来往吧。好啊，程家养出了这么个大逆不道的闺女，不借钱就罢了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二大娘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想吃肉饺子，随时来吃，但是借钱盖房子没有，就算有钱，我也得先把我爸妈的房子给盖了。你家有富的房子，我帮不上忙。你以为你赚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？别狗眼看人低。你得庆幸你是我二大娘，我要跟你没这层关系，我早把你轰出去了。乔翠花气急败坏，想伸手打人，可是想想那带点邪性的程发达，只好骂骂咧咧的离开了。刘娥眼见两人吵翻，跑到堂屋，雪妃，你怎么这么跟你二大娘说话？她可不是好惹的。妈，没事，有我在。乔翠花回去后，气得躺到床上。妈，你中午饭还没做呢，我们吃什么？滚，一个个讨命的小鬼，不要来烦我。双胞胎兄弟对望一眼，谁也不敢招惹乔翠花。兄弟两个没吭声，转身走了。没走两步，以后再也不要跟程春生玩，听到没？就当他们家人都死了。你们两个听没听到？不要跟他们家人来往，也不要到他们家去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别上急。程雪飞推着车子来到江山院门口，听了动静，江山走了出来，见是程雪飞，神情里满是惊愕。叔，佳玉他妈，你来找小雨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程雪飞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，江山接过照片，看见照片上儿子、孙子、孙女的合影，脸上立马绽开笑容。照的可真好，听说你现在在集上给人照相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照的吗？是，叔，当初我走的时候，你给我300块钱，现在我已经能自己赚钱了，我再把这300块还给你。不，钱是给佳玉家宝的，不用还我。江山把钱拿出来要再塞给程雪飞，可是怎么下手？这不是别人，这是自己前任儿媳妇，跟儿媳妇哪能随便拉扯？这钱你留着给佳玉家宝买点吃的穿的，给他们买2斤棉花做件新年衣。叔，放心吧，佳玉家宝有新衣服穿，等下次红雨回家，我让他把孩子带过来给你看看。好，谢谢你，佳玉妈，这么通情达理的儿媳妇，打着东也找不到啊。江山感动的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手攥着照片，一手拿着钱，心里涌过一阵暖流。程雪飞离开江山家，转而去大队部找大队支书老郭。郭大爷，是你呀？程雪飞悄悄掏出2包烟，塞到老郭怀里。你这孩子，来就来，带什么烟？我不要，拿回家给你爸抽。郭大爷，你拿着吧，我爸不抽烟，我今天还想来托你办件事呢。什么事你说一句就行了，这烟你收好，我不要。老郭坚持不肯收，程雪飞拿回1包，将另1包又塞到老郭口袋里。大爷，那咱们1人1包。老郭见程雪飞态度强硬，不是表面客套，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下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程雪飞这才说要把户口迁回程家村，让老郭帮忙开个证明。老郭二话不说，喊了大队部一个年轻的干部，让那人开了迁户口的证明。谢谢郭大爷。没事儿，以后常过来，有什么我能帮的，尽管开口。好嘞。程雪飞痛快地办完了心事，骑车离开大队部，走回大街上。佳玉妈，来坐坐。佳玉妈，多久没见到你了？小雨现在不疯了，你怎么也不带孩子回来？是啊，大家伙都挺想你的。呵，之前也没见他们多亲热，这一走反倒成香饽饽了。嘿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江兰手里还拿着根扁担，一副一言不合就要开揍的样子。大祥他妈，你这是干啥？莫非还要让佳玉他妈改嫁给你儿子？人家小雨现在都不疯了，你还没死心，哪有你这么当姑的？就是，小雨可是你亲侄子，自己侄子疯了时就挖墙脚，现在还不放过人家。你们瞎了狗眼了，帮着外人说话。你这老娘们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们是帮理不帮亲。就他还有理了，他爸把我平板车给锯了，现在我要他赔我平板车。江兰跟村民吵起来了，程雪飞眼看着天快黑了，江兰跟别人吵个没完，索性又推着自行车准备绕道走人。江兰发现人不在了，赶忙提着扁担追过去。程雪飞，你这小骚货，不把平板车还我，今天就别想走。江兰一扁担砸了下去，江兰的扁担没有落在程雪飞身上，先打在另一个人头上。你这泼妇，你打我干什么？那人疼着对着江兰的屁股踢了一脚，当即摔了个狗吃屎。程雪飞趁机开溜，跨上28大杠就一路狂奔。谁知今天大概不宜出门，没走多远，只见朱彩云居然带着傻牛牛来了，郭大强也跟在后面。牛牛，就是他打你妈妈，你得给你妈出气，使劲打。我不打，我妈说了，她是我媳妇。对，她就是你媳妇，你快把她领回家去，今晚就能跟你一块睡了。牛牛虽然傻，对男女的事情一知半解，但他知道能搂着这么好看的媳妇一块睡觉，被窝一定会特别暖和。媳妇，跟我回家，我蒸馒头给你吃。程雪飞抽出挂背颈部的木架，朝牛牛的脸猛地砸去。你还是给你嫂子蒸馒头吧。一声闷响，木架打在牛牛脸上。呜，他打我。他打你，你也打他。不行，她是我媳妇，我不能打。我妈打我爸，我嫂子打我哥，都是女的打男的，我也不要打媳妇。牛牛，你不打他，
那你把她带回家当媳妇，今晚嫂子给你切面条吃，多给你打2颗荷包蛋，你快去啊！牛牛挨了打，不敢再靠近。你怎么又回到河西村来了？我还以为你跟你大表哥在一起呢。朱彩云想骂人，可是看看周围那么多人，她忍住怒火，楚楚可怜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在说你跟你大表哥有一腿的事。”朱彩云的脸霎时红了。大表哥是谁？大祥，你媳妇的大表哥，你见过吗？谁呀？郭大祥那张黝黑的脸更黑了，这头顶的绿帽子仿佛又多了一个。不要听他胡说，他为了污蔑我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你们不要信他。雪飞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，非要置我于死地吗？他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？明明是他跑过来拦我的路，怎么反而说成我要害他？是啊，人家好好的，谁也没招惹，是你自己往他面前蹦的。众人七嘴八舌议论，朱彩云但凡脸皮子薄一薄，就能羞愧到无地自容。你不能走，你赔我平板车。平板车在我爸那，要找跟我爸要去。你爸已经把平板车去了，你赔钱。赔钱也找我爸，别找我。父债子还，你替你爸赔钱。我没听我爸说要还你钱，你先去问问他，他要同意赔钱，你再找我。大祥，牛牛，把他拦下来，别让他走。他要不还钱，今晚就跟我回家当我儿媳妇。牛牛，动手！别上级，堂妯娌吵架不敌，姑婆狗急跳墙。大祥，牛牛，把他拦下来，别让他走。他要不还钱，今晚就跟我回家当我儿媳妇。牛牛，动手！简直不要脸，哪有青天白日就把人往家里了？这是犯法。他欠我钱，欠钱不还，用人来偿债。牛牛，你把他拉回去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又大又黑的手朝程雪飞伸过来，手还没落下，江红玉如天降神兵一般站在他面前，抓住牛牛的手腕。表哥，疼吗？那这样疼不疼？说完，江红玉忽然对着牛牛的膝盖狠踹了一脚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骨头也跟着裂开一样，牛牛轰然倒地，疼得喊都喊不出来。江红玉2下把牛牛撂倒，又转向朱彩云。朱彩云见识过江红玉身上的狠劲，上次扇了他一巴掌，脸肿了半个月，这次他再不敢造次，赶忙躲到郭大祥身后。郭大祥也战战兢兢的开始向后退。姑姑，你还有事吗？他欠我钱，是吗？江红玉抬起脚，轻轻踩在牛牛受伤的膝盖上，这次牛牛疼得厉声惨叫。那现在还欠不欠了？小雨，牛牛可是你亲表弟呀。姑姑，我问你，雪飞还欠不欠你钱？不欠了，不欠了。走吧。程雪飞见江红玉3、2下就把那几个人震慑住了，转身把木棍收回，冲众人点头致意，又向江红玉道了句谢，然后推车走了。他正要踩着脚蹬上车，江红玉从后面追上来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今天的事谢谢你。看他那副不容反驳的态度，程雪飞只好乖乖就范。他艰难地坐到后座上，因为腿没有地方放，只能拼命往前，前胸紧贴江红宇的后背。今天怎么到这来了？我来给你爸送照片，上次你跟孩子在公园拍的照片，顺便找郭大爷帮我开迁户口的证明。江红宇嗯了一声，不再言语了。你呢？你不是要军训1个月吗？放了2天假，我回来看看，没想到一进村就遇见你。今天谢谢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让我无地自容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不会经历这些。江红宇的语气里满含心疼的意味。程雪飞坐在后面笑笑，把头轻轻贴在那身军装上。突然经过一个小土坑时，自行车剧烈晃动一下，程雪飞慌忙伸手扶住江红宇的腰。扶好了。扶什么？扶着我。这时地上的陆像故意配合江红宇似的又颠了一下，程雪飞不得不掏出手再度抱着江红宇的腰。往日那些记忆还是一咕噜全冒了出来。孩子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们每天看你的照片，有时候会说想你。之前跟你说去公社小学上学前班的事，你没有改变主意吧？既然我决定了，不会随便改变的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耽误孩子的教育。庆幸什么？庆幸孩子有你这样的妈妈。程雪飞笑了，被人肯定还是挺爽的。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关于我参加高考的事？我为什么要问这个？我以为你会问我的，我以为你会跟别人一样阻止我参加高考。说到这个，程雪飞其实也很好奇，为什么江红宇对高考的执念这么深。他又想到江红宇可能是重生的事，就故意说：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人生没有第2次，不要留下遗憾。不，有的人的人生还会有第2次。他这是承认自己是重生的了。如果你的人生能重来，你会怎么做？保护好你和孩子。程雪飞听着这个答案，心里没来由的一阵酸甜。我和孩子有什么好保护的？我们都挺好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些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江红宇骑了30里路的车子把他送回来，自己却要在黑夜中步行30里回去。程雪飞心中升起一丝不忍，觉得自己好像是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坏女人。江红宇也没立即离开，2个人就这样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。那个，既然我已经到你家了，能不能去看孩子一眼？好吧。雪飞，是雪飞回来了吗？爸，是我。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听我说，是我在外边有事耽搁了，天太晚，红宇特意送我回来，没别的事。这时
刘娥在堂屋听到动静，一路跑出来。是不是雪飞回来了？雪飞，妈，是我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晚？可把我担心死了。哎呦，是小江啊，冻坏了吧？快进屋烤火。蒋爸爸的孩子，尴尬的前夫，愤怒的老丈人，执着的前妻，在前妻家里过夜是什么体验？爸爸，你今晚不走了吗？不，爸爸来看看你们，一会儿就走。我不要爸爸走。佳玉牢牢地搂着爸爸的胳膊。佳玉乖，爸爸改天还可以再来看你。不行，我也不要爸爸走。妈妈，让爸爸陪我们睡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别人家爸爸妈妈一起睡，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能一起睡？程雪飞听得头皮一麻，转身走了。小江，没吃饭吧？过来喝点玉米糊。婶子，我不饿。没事，过来喝一碗吧，我都给你盛好了。说着，刘娥主动揽下2个孩子，让江红宇出去吃饭。我真的不饿。程雪飞听了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红宇，过来喝一碗吧，暖和暖和。去吧，我看着孩子。江红宇这才走出来，坐到程雪飞对面，端起碗喝了一口。江红宇看起来有些放不开，也难怪，离了婚，大半夜在前任老丈人家吃饭的，能有几个？吃一块吧，我妈烙的饼特别香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彼此眼中散发着深沉却夺目的光芒。2个人就这样极其罕见的在一起吃饭。匆匆吃完饭，2个孩子缠着他，不让他走。怎么还不走？这就走。我不要爸爸走，我不要爸爸走。要不我先把2个孩子哄睡了。程发达泄气般叹了一声，什么都没说。我们回床上睡觉好不好？好。刘娥跟程雪飞在旁边尴尬到不行，母女2个使了个眼色，借着收拾碗筷的理由来到灶房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妈，要不让他在这住一晚吧？什么？爸，你别激动。你这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你们都离婚了，怎么还能留他在家过夜？哎呦，你小点声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？你听听你闺女说的啥？天这么晚，黑的什么都看不清，让佳玉他爸一个人走夜路回家，万一遇到拦路的怎么办？放心，这么冷的天，谁出来拦路打劫？能吃得了这个苦，干点什么不比拦路打劫强？是了，天这么冷，万一伤风感冒了怎么办？伤风感冒了也不用你花钱买药，你瞎操什么心？你说你这个人呐，小江好歹是佳玉家宝的爸爸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这老娘们，你傻不傻？他都跟你闺女离婚了，你还留他在家里住，像什么话？传出去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爸，就让江红宇在家住一晚。不行，我说行就行。你这个家我说了算。这个家你说了算，我说了也算。哎呀，你翅膀硬了哈。我翅膀不硬，也能让他在家里住一晚。你成心气我是不是？爸，天这么黑这么冷，你让他一个人走30里路回家，就是个要饭的流落到咱家，你也不能这么狠心赶他走吧？他要是个要饭的，我就不赶他走了。关键他不是个要饭的。那感情，小江还不如个要饭的。在这世上，他还真不如个要饭的。我决定了，就让江红宇在灶房里过一夜。妈，爸，你们到堂屋立夏和春生的床上睡，这样不行吗？我看合适。合适个屁！就让他在灶房过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不会被人看到。说完，程雪飞回到堂屋，结束了3口人的讨论。江红宇正给孩子讲孙悟空偷蟠桃的故事。蟠桃园里的桃树3000年才熟一次，人吃了能变成神仙，可以长生不老。这一天，孙悟空看到桃树上挂满蟠桃，有的蟠桃已经熟了，红红的，大大的。孙悟空就想，我一定要尝尝鲜，看看这蟠桃好不好吃。江红宇字正腔圆，声音暗哑低沉，富于表现力，讲起故事十分动听。2个孩子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听得入神，完全没有动静。程雪飞走出客厅，都睡了。程雪飞有些不知怎么开口，我先走了。今晚别走了。江红宇的眼神明显是闪了一下。已经9点了，外边伸手不见五指，我让我爸妈到堂屋来睡，你到我爸妈那屋将就一夜，明天早上你早点起来走，别被人看见就行了。没事，再黑也不会走丢。你真的非走不行？你爸要拿刀赶我怎么办？没事，他敢拿刀，我就去拿擀面杖，我不怕他。你不怕，可是我怕。没事，你在这等着。说完，程雪飞朝灶房走去。雪飞，妈，爸，你们到堂屋睡吧。你这丫头，鬼迷心窍了你。程雪飞走到床边，忽然抱起程发达身上的棉被。你个不孝子，你把被子给我。爸，到堂屋睡吧，堂屋多暖和。走，妈，我先领你去堂屋，让我爸一个人在这受冻吧。闺女就是闺女，欺负老土匪这么硬气。刘娥心里透着乐，端着煤油灯跟闺女走了。回来，把被子给我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大祥媳妇娘家来要人了，现在正在闹呢，你快看看。果然7、8个外村的青壮年，一人拿着一件农具，杀气腾腾地堵在江兰家门口。快把我妹妹交出来，不交的话，别怪我把你们强推了。你们这群杀千刀的，敢到外面家来拿人，她是我儿媳妇，是我们家人，凭什么跟你们走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手里这把铁锹，你信不信我一铁锹把你的头铲下来？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你这老头又是谁？你们别管我是谁，你们这样打上门开就不好了。哥，快救我！我要被他们一家害死了！救命啊！你们晚来一步，
就见不到我了。他嫂子，你别胡说，我哪顿饭缺着你了？哪顿饭不是先给你盛？你别血口喷人。朱彩云之前在郭家跟谁都不对付，唯独跟这个江兰臭味相投。在对付程雪飞这件事上，江兰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的。可如今程雪飞插翅飞了，江兰在无用武之地还跟他客气什么？老东西，你一肚子坏心眼，指使你儿子折磨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要跟你们家郭大祥离婚，以后跟你们家彻底没关系了。啥？离婚？江兰如遭雷劈，这2个字他太熟悉了。不行，大儿子也离婚的话，那兄弟俩不都成光棍了吗？不能，他要是有2个光棍儿子，还有什么脸在这世上混？老头子，大祥，牛牛，你们快出来，不能让人把他带走。江兰猛然想起，牛牛昨天被那丧心病狂的江红宇打到腿骨骨折，还在床上躺着。你不能走，我们家花了彩礼把你娶进门，你生是我们家的人，死是我们家的鬼。哥，快把这老婆子拽开！2个大汉一左一右去打江龙，郭和平、郭大祥父子俩眼见着动手了，也冲上来。眨眼间，2帮人打成一团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在河西村打人，不把我们河西村的老少爷们放在眼里吗？河西村的人呢？这事要是放在别人家，那他们无论如何要帮一把的。可江兰在河西村跟人积怨颇深，别人早等着一个收拾他的机会。你们别打我妹妹，江山，你别冲动，他们人多，你打不过他们。江山硬生生被几个人拖走了，朱彩云撒腿就跑，一群人风风火火的跑走了。河西村的人都死绝了吗？没人敢出头吗？我儿媳妇被人抢了都没人管。你之前不是还想抢别人的媳妇吗？就是做事别做绝了，做绝了早晚遭报应。这叫鸡飞蛋打。朱彩云在娘家待了几天，奇怪的是每天有气无力，食不下咽，而且总是睡不够。她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越是好像推迟了，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随即感受到一阵恶心。郭大祥，你个杀千刀的！没过2天，又是西部集，集市还不到散场的时候，黄伯华就走到他的摊子前，似乎有什么喜事，等不及的要告诉他。哟，您也敢城里人的时髦，把头发烫了？是啊，在胡师傅那烫的，刚烫没几天。你这一下成了他的活招牌了，他得怎么感谢你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对了，大好事，江红宇马上就军训完了，过2天就回来。是吗？程雪飞不知道这算哪门子好事。今天人武部刚举行了射击比赛，全县18个乡镇都派人参加了，据说有300多号人。你猜怎么着？江红宇那小子竟然拿了第1名，枪枪实环，百发百中，给咱们西部乡镇足了面子。真的？真的。乡长今天去县里开会听说的，县长还亲自颁发了奖状，正式任命他为咱们西部乡民兵营的营长。听到这里，程雪飞才明白黄伯华为什么那么开心。江红宇封了3年，突然成了民兵营长，几乎是鱼跃龙门，飞黄腾达。我就说这个人有才华，但没想到他在射击方面也这么有天分，才刚学会没多久就能拿射击比赛第1名。要早知道，当初高中一毕业就应该让进人武部训练，也不至于后来去参加什么高考。你怎么知道他成了民兵就不会参加高考？嗨，耍惯了枪杆子的人，再拿笔杆子就不适应了。我看你拿完枪杆子，再拿笔杆子，混得也挺好的。黄伯华，黄伯华一听这声音，脸上笑容顿收，转脸一望，就看见他那个彪悍的媳妇铁凤朝这边走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为什么不能来？怕我看到不该看的吗？嫂子，你来了。哼，在大街上跟别家男人说话，怎么一点不害臊？上集说的，黄伯华和程雪飞在大街上聊天，再次引起媳妇的误会。哼，在大街上跟别家男人说话，怎么一点不害臊？嫂子，我摆摊做生意，这一天下来跟几十上百个男人说话，我要害臊，这生意就做不成了。铁凤，你别没事找事，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铁凤听自己的男人护着别的女人，心里更气了。我说话难听，你做事都不嫌难看，我还怕说话难听？我有正事来找他，你别无理取闹了。你能有什么正事找他？是我们乡长要见他。他就是个摆摊的，你们乡长见他干嘛？你撒谎，别胡乱扯上别人。我怎么撒谎了？就是乡长要见他。黄伯华气的手都在抖，他生怕在大街上闹笑话让别人看见。雪飞，你收了摊，到大院来一下，我们乡长要见你。乡长真的要见我？当然是真的，别忘了。说完，黄伯华看都没看自己媳妇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黄伯华一走，把铁凤扔在这，铁凤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一双脚就跟绑了大铁锚似的，不知朝哪迈。谁家男人不向着自家媳妇？怎么偏偏黄伯华这狗男人胳膊肘朝外拐，帮别的女人说话，当了几天干部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黄伯华刚走，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小伙子一路小跑到程雪飞摊子前。小哥照相吗？程师傅你好，我是王乡长的秘书小林，我们王乡长请你收了摊子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程雪飞刚才听黄伯华说时，还半信半疑，以为黄伯华只是为自己解围胡乱编的借口。那我现在收摊就过去。好嘞，我来帮你收摊。原来黄伯华那口东西没撒谎，乡长真的要见程雪飞。铁凤自觉脸上没有光彩，原地搓了回鞋底，趁人不注意，悄摸摸转身走了。王乡长，程师傅来了。王乡长，听说你找我。程师傅，坐。林秘书，给程师傅倒茶。王乡长，直接叫我小程吧，叫我师傅，我不敢当啊。是，以后有了来往，
不用这么见外，王乡长直接叫他小程。行，那我就直接叫你小程了。小程，黄主任都跟你说了表彰大会的事了吧？黄主任都跟我说了，到那一天我会准时来的。黄主任一直在我面前夸你，说你是个妥帖负责的人。我相信黄主任的眼光，这事找你肯定没错。黄伯华不好意思的低头笑笑，刚才残存在脸上的怒意完全消失了。多谢王乡长和黄主任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负重托，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。难怪黄主任总夸你说话办事有水平，还真是。林秘书，多跟小程同志学习学习。是，我以后一定多跟程师傅学习。现在上面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开放，鼓励咱们大胆创新。咱们县第一次举办这种表彰大会，在过去批斗大会倒是每天都有，但像这种表彰发家致富和有能力的干部的大会还是头一回。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谁也不知道怎么举办。前段时间黄主任说，咱们要用照片把大会记录下来，我觉得这办法不错。既然小程同志也答应了，不知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，不妨提出来。王乡长，您太抬举我了，我没什么意见，我能做的就是把照片拍好。如果王乡长信任我，到时候我会用照片帮王乡长做出一个汇报的画册出来，让表彰大会的流程和内容更清晰、更直观。画册？是，这种画册算是原始的 PPT 吧。黄伯华见程雪飞这么快就能想到好点子，自己脸上也觉得光彩。王乡长，我没说错吧？这位小程同志是个有想法的人。小程同志的提议不错，就按照你说的来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林秘书说。好，多谢王乡长信任。那对于大会的主题，小程同志有什么好的想法没？这虽然是个表彰大会，但又不仅仅是表彰大会，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。但是现在的百姓经历过几十年的动荡，思维被束缚了，不敢放开胆子干，所以不如把主题定为跟党走，奔梦去，鼓励老百姓敢想敢干。程雪飞几句话把王乡长、黄伯华、林秘书都说的有点猛。好，跟党走，奔梦去，这个主题好。对，跟党走，奔梦去，我敢保证，其他乡镇没有人能想得出这几个字。程师傅真是真知灼见，佩服佩服。林秘书，等会儿你请人把这几个大字写出来，到时候贴在舞台的墙面上。是，我等会儿就请人写。对了，贴的时候告诉我一声，我过去看看，要尽量贴在我镜头能照得到的地方，到时拍照的时候把那几个字一起拍进去。好，就听小程同志的，到时候会场如何安排，也听小程同志的吩咐。事情商量完毕，天色就不早了，程雪飞还得把照过的胶卷送到照相馆去，就起身告辞。程雪飞离开大院，去了斜对面的照相馆。王哥，葛师傅今天没来。现在照相馆没什么生意，到了下午一个人也没有，葛师傅就早早回去了。哦，程雪飞有点过意不去。小程同志，我听说乡里开表彰大会，请你去拍照片的吗？程雪飞还以为只是没人知道，原来已经传出去了，让他去给表彰大会拍照片的事。表面看着好像只是拍个照片，其实仔细想想也没有表面看的那么简单。首先，这是个论资排辈的社会，乡里已经有了位富有经验的葛师傅，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？是有这么回事。小程同志，你真厉害，